一拜天地，一团和气。二拜高堂，金玉满堂。三拜老太君，福寿宁康。夫妻对拜，相亲相爱。弃恨之子都不舍一世。同入洞房，情深意长。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果然是个病秧子，连站都站不稳，风一吹就倒了，真可怜。没事，快扶进洞房。这慢点，在这儿可以。长什么样子呢？那我看看。哎，长得还挺好看的。可惜是个短命鬼。你不是在睡觉吗？吓死我了！看什么看？怎么，只许姑娘方才偷看我，就不让我看你了？这扬州来的姑娘，好生霸道。我看你呢，我看你是因为怕你是个病秧子。
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姑娘方才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我是否是一个病秧子短命鬼的长相呢？长得倒是挺俊俏。还行吧，五官还算端正，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说得好啊，确实是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没想到成个亲这么麻烦。我也一贯讨厌那些繁文缛节，又是拜堂又是磕头的，留着我们二人在这里守着什么规矩，像个木偶一样。我爱娘子在我这儿，不必拘束。饿了吗？来一块。都快饿死了。我告诉你啊，这个要就着酒才好吃。哎，你这个病秧子，当心喝太急了。怎么，瞧不起我们病秧子啊？那咱们来比试比试。你就是个病秧子，我会怕你？这酒也太辣了吧！一喝就不是什么好酒，没有我们扬州的酒清甜干爽。那好，那咱们就换一种喝法。这满柜子的书哪有好酒啊？你莫不是喝多了眼花？这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书中还有好酒不成？娘子，猜对了。哎，且慢，娘子刚才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比什么？咱们就比比，用这青梅放在这2只碗中，若是娘子猜中了，那便我喝；但若是娘子没能猜中，那便娘子喝。我啊，可是火眼金睛，你输定了。好。来吧。这个。确定在这儿？
确定？就是他。娘子，你输了，喝吧。那肯定是这个。若是没能猜中，便要再喝一杯了。喝酒喝。哎呦，不好玩，不好玩。我在家玩的都是投壶之类的游戏，真刀真枪的。你这些莲子果子，有什么意思吗？娘子喜欢玩投壶啊，那还不简单？你这也没有剑，也没有壶，怎么玩投壶啊？没有这些东西，我给你变出来就是。娘子，请吧。还挺有办法。中了，中了，中了！娘子，若我2只并头都中了，按照这投壶的规矩，可算是我赢。你投吧，我才不信你会中并蒂莲呢。那就看好了。哎呀，娘子，你又输了。哼，哎，今天运气真好啊！哎，原来没功夫呀！公子，公子，公子，你没事吧，公子？公子，你别死啊！公子，我不是故意的，你快醒醒，公子，怎么办呢？他是个久病之人，我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你是在为我伤心吗？娘子，你别哭了。娘子，是我错了，惹得你生气了。我才不是什么……我可不是那种任人欺负的弱女子，嫁过来给你冲洗，已经够气人了。这都怪我这身子连累了你。不过，你跟我想的不一样，你真是需要冲洗续命的孱弱公子。如假包换，看你又喝酒又投壶的，真是古怪。这人世间的事，1、2句话说不清楚。你反正已经嫁到戚府来，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不过你放心，我绝对不是冒牌的齐天磊。可是，我是冒牌的杜冰燕。倒是你，这扬州来的大家闺秀，怎会是如此作伴？谁说大家闺秀就得摆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习惯，就像你说的，
这人世间的事儿，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我个性为何这样？日后跟你说。好，这样的性子倒也好。我也不喜欢那端着板着的大家闺秀做派。亥时二更，熄灯入梦。亥时二更，熄灯入梦。这时辰已晚了，你我就歇息吧。你自己先去睡吧。这洞房花烛夜，哪有一个人睡的道理？我刚来林州，水土不服，身子有些不适，所以还是各睡各的吧。定是他害怕与男子同床共枕。原来如此。这儿怎么只有一张床呢？这洞房内怎会放2张床榻？罢了。今晚我便睡在此处吧。那怎么行？要睡也是我睡。哎，我一个堂堂7尺男孩，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睡这儿呢？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怎么能让病秧子睡榻上呢？不用再争了，我睡着。哼！为一缕香追忆，一色流烟30里，竟无人怜惜。清尽出身风雨息，燕归落汤溪。一叹不知你归期，而叹忆往昔。两情纵满盈哭泣，时怪相思。你不是睡觉吗？吓死我了！你就是个病秧子，我会怕你？你别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怎么能让病秧子睡榻上呢？你想干嘛？不干嘛。昨晚睡得如何？还行吧。还做了梦呢，梦到了扬州的灯会。倒是你，昨天晚上委屈你了。哪有？
我在那儿睡得也挺舒服的。不过，倒是你们扬州这规矩有些古怪，你怎么穿着鞋子睡觉啊？当然是为了防你们林州人。防着林州人？愿闻其详。主要是防你。防我？我有什么可防的？防止你在我熟睡的时候往我身上塞小娃娃，那可就麻烦了。你这话是听谁说的？没人跟我说过，我自己知道。杜小姐，你尽管放心，若是我齐天烈趁人之危，你想怎样罚我皆可。那我就废了你。你要废了我？这自古女子出嫁从夫，不应该是温婉顺从才是吗？呸！烦都烦死了，出嫁从夫，真是不公平。自古以来，男子犯了错，女子得忍气吞声；女子犯了错，不管是多小的错，男子就任意妄为。娘子高论颇有见地。既然如此，那倘若我齐天磊犯了错，娘子就写封休夫书，把我扫地出门，如何？好啊，要是你犯了错，我就拿个大扫把把你扫地出门。好。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你是扬州本地人？当然了。那你会讲扬州话吗？扬州妹，品球浓，耍棍耍枪好把式，吃到小云霄，3文钱一亩。她一个大家闺秀，怎会知晓市井天桥的小吃价钱？快点，小姐她们已经要起床了。这是干嘛？手没事吧？没事，师傅给的灵丹妙药已经止住了。少爷，请吧。请。小许姐，快来一下。我自己会洗。床单上有血迹，真的？我看看。快去告诉老太君，这样她可放心了。是。少爷、少奶奶，请你们俩用完早膳之后，去向老太君请安。好，知道了。
奶。这齐府怎么清一色都是女人啊？阴盛阳衰。咦，你看看这个，刚刚还好好的，现在又咳嗽了。明艳，还不快跟奶奶奉茶？啊，天磊，快坐下啊！哦，老太君慈眉善目，像是佛堂里的菩萨像。冰燕见了就想更恭顺一些，好好给您敬茶。老太君，请喝茶。哎，祝老太君福寿安康。小喜教我的词，我想不起来了，怎么办？是吉祥话。祝老太君增福增寿增富贵，天光天彩天平安。好，我喜欢这句话。小巧，来，这是给你的。多谢老太君。奶奶，这新娘子头一回见你，自然是有些局促，还不快改口叫奶奶？多谢奶奶。哎，冰燕，那位便是母亲大人了。婆婆，请喝茶。祝婆婆福寿安康，青春永驻。好，娘也祝你们小两口啊，从今以后相敬如宾，举案齐眉。来，拿着。多谢婆婆。乖。还有那位，便是二娘。冰燕呐，你累了，去歇一会儿吧。有些礼数是不用的。那礼数也是不能少的。三少奶奶早生贵子。多谢二娘。快坐吧。生儿，不得对嫂嫂无礼。燕生，不许胡闹。小巧，你带她到外面去玩。是。二夫人，燕生虽然是个哑巴，但为人之母，你应尽守教养之责。如果任其这么疯疯癫癫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点你应该明白。老太君教训的是，儿媳谨记。来，叶生，这老太君在里面说话呢，这里不好玩，到那边玩去。哎，叶生，听话，听话啊！柯少爷，柯少爷，您回来了，一路辛苦了。小巧，你怎么会在这儿？外祖母，哎，回来了，回来了，辛苦了。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外孙柯世昭，这是你弟妹杜冰燕。世昭见过表弟妹，实在是因为昨日商务纠缠，所以没有赶上如此盛大的庆典，还望表弟和表弟妹能够见谅。表哥客气了。外祖母，齐家14家商行的账目均已理清楚，还望年老过目。老太君，请过目。好，这些都放到我房间去吧。世昭啊，坐。好。世昭和天磊都是我的心头肉啊。世昭父亲走得早，母亲又不懂做生意，我就把他带到齐府里来教导。唉，天磊呢，身体不好，商行的事又多，我就让世昭当了天磊的帮手。唉，我在想，总有一天，让世昭帮着天磊一起顶起我齐家的门户。世昭口齿伶俐，办事干练，这3年来为我齐家是尽心竭力，是个能堪大用的好孩子呀。年老过奖了，世昭不敢当。对了，世昭此次去福建，特意亲自选购了一件礼物，还望表弟与表弟妹能够笑纳。好漂亮。真是漂亮。漂亮。天磊，磊儿，天磊，天磊，天磊，慢点，没事吧？天磊怎么样啊？磊儿，天磊啊！这郎中可真奇怪，看病都不让人瞧。刘先生医术高明，只是看病的时候有个规矩，不许旁人瞧的。天磊，我儿啊，你可觉得好些了？母亲，孩儿有一事请求。只管说，你需要什么，娘立刻帮你办到。孩儿想在那张床榻上加置一床被褥。你们这新婚燕尔的，要2张床榻做甚？那娘何时才能抱上孙子呀？娘，孩儿需将养身体，仍需节制啊。
将军。夫人认错了，我不是将军，是将军府的大总管李成。夫人，一路辛苦了。李总管，请问将军在何处？您暂时还见不到将军，他奉旨平西叛乱，戍守边城，已然出征去了。可我等不得呀。您是堂堂的将军夫人，自然应该在府中等候将军回来。将军临走时吩咐，让新夫人在府中静候，待他凯旋再行婚礼。可我根本就不是新夫人啊！此话怎讲？你们的新夫人是李玉湖李小姐，而我姓杜，叫杜冰燕。那天我们在扬州仙女庙上错了花轿。夫人，您当我是3岁的小孩吗？我没骗你，那天是李杜两家同时送嫁。好了，夫人，您不必多说，送夫人回房，要小心伺候。是。你，夫人请。你这是要干嘛？看招！嘿，这个你可玩不过我。哼，嘿，哎，以手持剑可是犯规啊！谁说我犯规？哼！哎呀，看来你的技术也不怎么样嘛。早着呢。嘿，嘿，你这，我。你又来！站好！看好！三少爷，谁呀？是我，我给您送药来了。三少奶奶，这线我自己玩呢。哦。哎，小小姐，你是奶奶屋子里的大丫鬟，又不是我屋里的人，怎么整天往我屋里跑啊？三少爷，药送来了。放那儿吧。三少奶奶，这药啊，是一位名医的祖传秘方，18味药，味味珍贵。柯少爷为了弄到这些药啊，可费了不少劲儿呢。三少爷，您还是趁热把药喝了吧。三少爷，这是要三少奶奶喂呀。好，那我先把地给扫了吧。不用了，
小喜会打扫的。出去吧。那我待会儿再来收药罐。你这是为何啊？这药啊，不可多吃，也不可不吃。有的药非吃不可，有的药不可去吃。什么意思啊？也没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呢，就是咱们出去散散心。好啊，好久没出去玩了。这儿呢。好漂亮啊！这什么地方啊？这是奶奶专门为我养病修建的花园。那个便是我为这花园题的字。季梯新花。你念什么？季梯新花呀！这么漂亮的园子，干嘛起这么古怪的名字？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啊，对，你说的都对。去看看。4个字念错了一半儿，知书达理的杜小姐竟然成了百字先生，奇怪。不过，还挺有意思。这亭子修的还不错。到了。这儿就是我的书房。如何？不错。对了，你看这4字怎么样？啊，可以。念念。金爵乐。这第3个字，它念台，金爵台乐，我认识，怎么可能有人连台都不认识呢？真好笑。是。你这个宅子这么漂亮，为什么建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多可惜啊！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在这儿呢，第一，
可以看书写字。第二，这有一扇门，可以直接通到园子里观景，带你去看看。哇！你看，那儿便是观景阁。看见那个角了没？哼，真有意思，还小鸟呢。还有这儿，便是我祈福的大门。走，过去看看。怎么了？这哪是风景，这叫煞风景。瞎说，此乃本楼一景，我特地将此楼修建在此。你这个人还真奇怪，喜欢看这些荒坟堆子。喜欢啊！我每观此景一次，便醒觉一次。面对此景，鄙人不敢有一刻松懈，所以，我才会在那边的牌匾上写上“金爵始乐”。不是台乐吗？哦，对，金爵台乐。对。你也过来歇会儿。你当真喜欢吃这梅子啊？身外黄金何足羡，一日清闲一日鲜。你有这干嘛呀？天机不可泄露。哎，天磊，你现在是新婚燕尔，怎的，不与你的新夫人一起独处，却跑到我这儿来了？师父，现在确实是云遮雾障，疑点重重。此话怎讲？徒儿早就听说，这扬州的杜冰燕小姐与我同岁，自幼饱读诗书，温婉娴静。可现在这个新娘子，我这几天与她接触下来，发现了她不少破绽。她似乎比我小，虽说为人娇憨可爱，飒爽义气，不过肚子里却没有什么墨水。她居然把那寄唱心愿念成了寄啼心花，把金爵始乐念成了金爵台乐。这怂恿老太君逼我冲喜成婚，本就已经是居心不良了。你说他会不会又使了什么坏点子，把新娘子给调换了？哎呀，小喜，你快点儿！哎，小姐，你要端庄贤淑，你是大家闺秀杜冰燕呢，别露出马脚。知道了，我装样的功夫你还不知道吗？哎，小姐，哎呦，啰嗦！桑少奶奶，您来了，老太君在里面等着您呢，请。快，婆婆，特地在老太君边上给你留了位置，快坐。奶奶，哎，就等你了。今天呢，厨房备了谢宴，我们这些女眷啊，在这儿喝酒、对诗、拜拜月，好好的乐呵乐呵。天磊呢，身体不好，吃不了这些寒凉之物。世昭呢，商行的事又多，来不了，所以啊，这么多的螃蟹都归咱们用了。哦，对了，这螃蟹是从你家乡才买来的，正好让你回味回味家乡的味道。多谢奶奶。咱们冰燕啊，可是扬州第一才女，要论起螃蟹的趣闻轶事，还得靠你来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婆婆、奶奶，冰雁愚笨，这奇闻异事的，我脑子里一时想不起来多少，但这民间流传的对子，我可知道不少。讲出来，您可别笑啊！哎，怎么会笑呢？都知道你是个大才女，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我都爱听。这圆瞪眼，口莫扬，煞是猖狂，皮有春秋，肚内黑黄，铁甲强熬，爪横芒，终不免包其折爪，拌葱姜。有意思吧？啊，有意思。从冰雁的嘴里说出来，那就是文采飞扬，别有一番风雅呀。是啊，奶奶，您快别夸我了。本姑娘幸好跟着爹爹经常去酒楼茶馆，这掌柜的吆喝声竟然也派上了用场。上谢八剑。狼牙锤、青龙勺、日月镊、凤池剪、青铜墩、乾坤斧、梨花针、柳叶瓜，七七八八的都是什么呀？这群人是不是吃饱了撑的？这用嘴吃，它不香吗？咱们齐家书香门第，如今老太君又得了冰雁这样的才女孙媳，不如咱们趁着佳节吃蟹饮酒，吟诗作赋，老太君可好啊？好啊，那咱们就以这席间蟹来作诗吧。要不我先来？好。到手就是稻子熟了，稻熟金秋蟹正肥，双熬如鲫挺清泥。好诗，好诗。那接下来谁来呀？老太君啊，不如就让三少奶奶先来吧，一边向我们展示展示扬州大家闺秀吃蟹的风雅，一边吟吟诗，作对。方小巧啊，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冰雁姐姐，你可难死我了。腹有诗书气自华，咱们三少奶奶当然不让啊。这小斧头小锤子，这和杨威武馆里的家伙事儿没什么区别。那奶奶，冰雁献丑了，来。白雁剪尾横扫腿，飞棍撞中，挺胸扣。垂手破敌，穿心追。舌剑唇枪，蟹纵横。好，英气十足，有几分英雄气概。就是怎么草莽气重了点？哎呀，既是配着拆蟹嘛，那自然应该草莽气些，狂放不羁些。哦，
怎么听着好像有那个武功的招数呢？啊？老太君，我们家老爷总是教导小姐，说这女孩子呀，也该有心胸宽广、有大江大河的气度，不可以太闺阁胭脂气了些。所以呀，才让我们家小姐自小读了许多边塞诗，这文风嘛，自然就豪迈了些。对，奶奶，我可喜欢边塞诗了。想不到咱们三少奶奶还有些侠女气度。那是，巾帼不让须眉嘛。老太君，这屋外各类品相的菊花已经摆好，各位不如先移步屋外赏菊作画。好啊，那走，到门口去看看咱们家的菊花去。冰燕啊，老太君当年可是出了名的名书画匠，你也是扬州的大家闺秀，想必这琴棋书画应该也是样样精通的。今天啊，可得给我们好好的露一手。哎，你就画那朵白凤鸣珠吧。行。好，咱们各自画起来。好。当闺阁小姐可太难了，小姐，你可得挺住啊！这鲤鱼打挺我挺得住，这咬文嚼字，哎，我尽力吧。菊花呀菊花，你是白凤鸣珠，我就是晒太阳的小黑虫子。早知道爹爹让我上学堂的时候，我努力一些就好了。老太君，您这点绛唇真是惟妙惟肖，看着可真是雅致呢。三少奶奶也画完了。哦，那大家都来看看冰燕的画吧。奶奶，其实我不擅长画画。无妨无妨，都是一些逗乐子的玩意儿。让为娘先品一品。冰燕呐，你这印章式的笔法可是如何画得的呀？您快瞧瞧。这风格奇特，与众不同，别有一番景色呀！好，好，拿近些，让我仔细瞧瞧。哎，奶奶，我都有些饿了。哦，哎呀，刚才净顾着画画对诗了，没让他吃东西。好，你想吃什么？奶奶带你去。我呀，想吃糖醋小排。红烧肉，好，糖醋排骨，红烧肉，厨房上。生儿，快来。
小心奶奶。哎，好嘞。唉，真是太无聊了。再在这个府里待下去，我这满身的功夫就要白费了。唉。哎呀，小姐，小姐，你记住，你现在的身份是从小饱读诗书、温柔娴静的杜小姐，哪里会舞什么剑啊？我都好久没练功夫了，手脚痒痒。哎呀，手脚再痒也不行，这万一要是露出马脚了，可怎么办呀？真是太大意了。哎呀，好了，我知道了，以后不练了，不练了，走。哎，你是小姐，我是丫鬟。行，我端着行吧？这还差不多。哎，我们去那边坐吧。丫鬟不像是丫鬟，小姐不像是小姐，有意思。小姐，咱们从扬州来到林州这么久了，你觉得这祈福怎么样？怪。那齐三公子呢？也怪。那个哑巴小谁啊？猜猜看。是湘云吗？不是。爱珠？也不是。宝珠？更不是了。哎呀，我猜不出来了。燕生小姐。多谢。这燕生小姐是个好姑娘，只是可惜了，是个哑巴。小喜，我觉得这齐府上下怪得很。这当家的是老太君，府里唯一的小姐是个哑巴，但疯疯傻傻的，还蛮可爱的。府中唯一的公子呢，又是个病秧子。可是他这病吧也古怪，说发就发，说晕倒就晕倒。你看着他快死了吧，可一转眼人就又好了，说起话来嬉皮笑脸的，不知道说的真话假话。小姐，你可真是快言快语呢。三少奶奶，三少爷说有急事儿找您。急事儿？有什么急事儿啊？此事呢，说急也急，说不急也不急。少卖关子了，赶紧说吧。是这样，你来咱们齐府呢也有段日子了，我们也理所应当派人去扬州一趟，一来是报平安，二来也是向岳父岳母表达一些敬意。你意下如何？可以啊，你安排吧。这礼物呢，我已经备好了，这是清单，你看看还需要增添点什么？这些差不多就行了。
嗯，好。哦，还有，这信我也写好了，不过我着实不知道岳父岳母姓甚名谁，名字是哪几个字，所以还要劳你这个当女儿的亲自写了。不知道。写吧，小姐。请吧。请吧。少爷啊，在扬州的时候，我们家小姐读书写字，从来不叫别人伺候她的呀。她呀，只喜欢让我陪在她身边，因为呢，只有小喜一人知晓。我们家小姐，她写字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墨研得浓浓的，这样写字才好看，你说是吧？我们家小姐啊，可写得一手好字呢。是吧，小姐？小喜，我看你就别啰嗦了，赶紧让小姐快点写吧。哎，别废话了，我写什么呀？哦，哎，小姐，这封信应该是你们夫妻两个写给扬州的第一封信吧？那依我看呢，这个信封应该你们夫妻两个一起写。小姐，你呢就写老爷杜之祥，少爷你呢就写夫人王桂花。什么祥？哎呀，不对，应该男的写男的，女的写女的。小姐，你呢就写夫人王桂花。少爷，你呢就写老爷杜之祥。哎呀，行了，小喜，知道了。哪能像你这么写信啊？我自己看着办吧。杜之阳，这3个字写错2个。少爷，你找我？今天叫你来呢，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方才见你研墨，发现你是个聪明的姑娘，非一般丫头能比。我想以后就专门让你在书房伺候。啊，我在扬州的时候啊，就是在书房伺候的多。哦，那你识字？识啊。小姐教的？对啊。那你会写字吗？会啊。小姐教的？是。行，那我考考你，既然你是扬州来的丫头，你就背诵一首扬州的民歌吧。哎，唱起小调歌儿多，灯草调下砸坏锅。家里看见驴生蛋，外面看见马做窝。这讲的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个啊，是我们扬州的民歌，名字啊叫《撒谎经》。撒谎经？你们扬州城里有个撒谎经啊？小喜，我看你就是那个撒谎经吧。
我怎么是撒谎精呢？你当然就是撒谎精。你左一个小姐教的，右一个小姐教的，可你家小姐写的字东倒西歪，你倒是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少爷，这是因为小姐那天啊，她出门的时候，她的手被门给夹了，所以她写这个的时候啊，那个手就哆哆嗦嗦的。住口！你很聪明，一边研墨一边告诉人家，杜小姐的父亲叫杜之祥，母亲叫王桂花，可人家偏偏不领情，把杜之祥3个字写错了2个。你说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女儿？连自己父母的名字都不知道，你告诉他还要写错？人家拿着竹片当宝剑，想在花园里舞一舞，你还跑过去劝阻，叫人家扭扭捏捏的走碎步。没想到我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啊！大个丫头，竟然敢冒充杜老爷的人混进齐府！少爷，我不是冒充的，我是杜家的。杜小姐她不是杜家的。哎呀，我是说李小姐她不是杜家的。赶紧说出实情。哎呀，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扬州城杜府和李家同时嫁女，不知为何，2支送嫁队伍到了一起。更离奇的是，出了城门天就变脸，一场暴雨让2家的送嫁队伍不约而同地躲进了城郊的仙女庙。小姐，外面雨太大了，咱们在这避避雨啊！哎，小姐，快走，强盗来了！李小姐就是这样阴差阳错，错上花轿嫁到林州的。本来她是不肯来的，但是我们跟她说，她和冰燕小姐是同病相怜。李小姐是个豪爽脾气，见不得我家杜小姐遭罪，这才答应来这边做这个冒牌的3少奶奶，替我家小姐挡过一劫。少爷，李小姐是个侠义心肠的好人啊，我求你千万不要怪罪她。起来吧。是少爷。你方才所说之事，除了我之外，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从今往后，你在府上少说话，多做事，谨慎小心，不可露出任何马脚。是少爷。还有，此事也不可以告诉3少奶奶。你若是敢走漏半点风声，严惩不贷。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这杜冰燕是假的，但这新娘子却是真的。她来咱们齐府，替杜冰燕受罪也是真的。徒儿也的确是动了些私心，只是不知道这真的杜冰燕到底是被错送去了荆州，还是被送回了扬州。十有八九是去了荆州。如果送去了扬州，杜家应该早就把人送回来，要求重办婚礼了。师父所言在理，也不知道这真的杜冰燕被错嫁到了将军府，又会弄出些什么故事来。要想知道荆州那边的情况，倒也并不难。我的外甥沙平威正是原部区部下的一名小将，他多次来书信，要我北上荆州，帮他一起救助受伤的伤员。我原已决定近日北上荆州。既如此，等我到了那里，便将杜小姐的情况一探究竟。那可真是太好了。师父，若你有什么情况的话，请立马告诉我呀。那是当然。只是天雷，你切莫忘记我平时对你嘱咐的话：不图财，不图名，不近色，不可乱了分寸。是，徒儿谨遵教诲。好，那我即日启程。
弟妹，表兄，世昭唐突了，还望弟妹海涵。天磊没有陪你一起吗？啊，在屋里呢。天磊近来身体可好啊？也还行吧。我正好有些事，是关于天磊，不知可否借一步说话？行。来，弟妹，坐。弟妹，我们天磊自幼身子羸弱，前几年更是大病缠身。幸好有一个刘大夫，他虽然医术有些古怪，不过的确是有些本事。天磊吃了他的药，气色有些好转，不过日后还需要弟妹多多照应。这外祖母虽然让我帮忙打理齐府家业，不过也是为了等到天磊康复之后，好好接管齐府的家事。哎呀，我柯世昭乃是一介书生，如今这齐府的大事、小事、家事、商事，也的确是让我力不从心啊。老太君是我的外婆，也是天磊的奶奶。虽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老太君对我俩也是同样喜爱。不过，这齐家的骨脉相传是天磊，而并非我世昭。待到天磊身体痊愈，能够支撑起这个门庭，那我世昭也便要回到江州去了。给柯少爷、三少奶奶请安，我来给三少爷送药了。他不在吗？啊，屋子里呢。以前呢，三少爷就喜欢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可如今三少奶奶您来了，这三少爷的脾气啊，肯定会慢慢改了的。小巧，三少奶奶乃是有心之人，不需要你来唠叨，还不快给三少爷把药送过去？柯少爷，这您就不知道了。自从咱们三少奶奶嫁入齐府，小夫妻俩那叫一个伉俪情深，这药啊，都是咱们三少奶奶服侍三少爷喝下的。弟妹啊，天磊这身体还需要你多操点心，多费点神。哦，对了，我明日要去外地10几家商铺去巡查，你有什么需要，也可以去找小巧。找我？对对对，三少奶奶有什么需要，吩咐我就行。太神奇了吧！这样一来，我不就成了千里眼了吗？这个呀，叫西洋千里镜，能把远处的东西挪到你的眼皮子底下来。是福建的一位客商送给老太君的，老太君送给了我。太好玩了！咱们齐府啊，好玩的东西那可多了去了。好玩的东西，给我瞧瞧。你先别着急啊，我先把话说在前面。咱们齐府呢，有真好玩的，有假好玩的，还有不好玩的和不能玩的。不能玩的是什么？这个嘛，今天就先不告诉你了，日后再慢慢跟你说。哎，你可别哼哼啊，这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呢。天磊，你快过来看看！怎么了？这不好玩的东西出现了，快过来！那边，
打，狠狠的打，打死他！打，往死里打！停，拉起来！小兔崽子，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啊？你倒是跑啊！就你这样的，也要见老太君？啊！打死你！嘴还硬是吧？打！打死他！叶生，走，住手！谁呀？三公子，王胡子，你们为何殴打这个少年啊？三公子，这野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来我们齐府门口就要往里闯，还说要见老太君。我拦着他，他就破口大骂。破口大骂？他都骂谁了？这小子狗胆包天呐！他大骂柯少爷。骂柯少爷？那还真是狗胆包天啊！他都骂了些什么？他骂柯少爷，他骂的什么我忘了。骂的什么呀？三公子，他骂的实在是太难听了，小的不便再说。没事，不便说，那便不说了。你为什么跟我们齐家过不去啊？还挺拧。王胡子，哎，你把他交给我，让我来盘问吧。这怎么？我说了，你们怎么都不动啊？哎，三公子，您体弱多病，您就甭费这个心劳这个神了。这件事就交给小人好了。走，走。等等，王胡子，你是觉得我做不了你的主？三公子啊，这府上的事儿一贯都是柯少爷打理的。如今他去外地巡查商号去了，不在家嘛。柯少爷不在家，我齐三公子不是在家吗？三公子啊，这府上这些事儿吧，一贯都是……咱们还是等柯少爷回来吧，听听他怎么说。你这人，废话可真多。少奶奶，您初来乍到，不太了解府上的情况，我劝你还是别管此事的好。巧了，这事儿本少奶奶管定了。哎，少奶奶，听我的话，没错。折了，疼！听少奶奶的话，没错。走。你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刘先生留下的太和丸，对于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叶生，小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不必害怕，你说说你是哪里人？那你为何在大门口辱骂柯世昭呢？你不必害怕，这是我的书房，你尽管大胆地说。燕生，你不必比划了，他看不懂。我妹妹的意思是说，她看见你在大门口被别人殴打。你既然是来找老太君的，就定有要事要禀报。王胡子不让你见他，我是齐三少爷，你告诉我也是一样的。若有隐情，我定会向他转告。其实，我有隐情。有人说，你们齐府的长侍是老太君，于是我便做苦主，只求老太君给我个公道。可是还没有见到老太君，就遇到了一群刁奴，他们把我拦到门口，打了下来。原来是这样，你放心，我们和那群坏人不是一伙的，不然也不会把你救下来。你要有什么冤情，大胆说。娘，你们死得好惨。小兄弟，不要着急，慢慢讲。我叫季敬堂，江州人，从小与爹娘经营着一家药馆。这是我和干娘住的地方，你们先稍等会儿。娘，娘，娘，你这是怎么搞的？你去齐府了？没事儿，娘。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这二位是？啊，这位是齐公子，这位是齐公子的夫人。齐府的人，谁让你把外人往家带？娘，娘，三公子，实在不好意思，我娘就是这样，她刀子嘴豆腐心，但其实是个大好人。她只是听说你们是齐府的人，以为跟柯世昭是一伙的，所以才会这样。你们别介意啊。没关系，我有个办法，不然公子和夫人先回避一下。好。娘，你开门啊！我告诉你，齐家的人就不许进来。娘，齐公子跟柯世昭真的不是一伙的，要不是他们在，还是今天命就丢到那儿了。你再不开门，我可就走了。敬堂，娘，哎呀，你个臭小子，吓死我了！那二位先请进吧。你觉得季敬堂说的可都是真的？这柯世昭和季敬堂都是江州人，他们说的是真是假，去问问江州百姓，不就一清二楚了吗？有道理。不过，杜小姐，你是个心直口快之人，在事实未弄清楚之前，你还需
钥匙就先放在我这儿了。在我未开锁之前，还请千万不要提起此事。你们这府上待着可真无趣，我就玩了一下西洋镜，就看到如此不愉快的事情。那就别玩这西洋镜了，走，带你去玩个更好玩的。这个叫西洋万物镜，可比你那西洋镜神奇多了。它想看哪儿就看哪儿。真的？嗯，我先给你试试。那咱们先看哪儿呢？咱们就先看看扬州吧。扬州在哪儿呢？哎，到了，这就是扬州。这是哪儿啊？门儿还挺大的。扬威武馆是我家哦。哎，还出来了一个老头，看起来还挺威武的，那应该就是馆主了吧？他身后跟着的那位就应该是夫人了。哎呀，不好了，这武馆着火了！啊，好多人救火都扑不灭呢。哎，怎么好端端的着火了呢？这馆主不听夫人规劝，冲进火海里去了。啊！这夫人也晕过去了。哎呀，你给我看看！哎，在哪儿啊？哎，你再仔细看看。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啊！就在那里面，你肯定能看到的。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就在前面呢。他们俩，他都进去了。他夫人还在门口晕着呢。快点，你肯定看得见。哎，你不是杜小姐吗？怎么成了武馆馆主的女儿了？据我所知，这家武馆馆主姓李，那你就应该是从小习得一身武艺的李玉湖李小姐了。没错。我就是李玉湖，你要怎么样吧？我不把你怎么样，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实话跟你说了吧，我来你们齐家，就是代替冰燕姐姐受罪来的。我还就喜欢你这样的英雄气概。媒婆都跟我说了，等你死之后，就把我送回扬州。不得了啊！不得了，咱们齐府又多了一个盼着我死的人。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想让你死，我想让你活着，然后跟冰燕姐姐换回来，把你还给她。武馆馆主的女儿果然大度，就那么舍得把我拱手相让。舍不得，但我弟弟跟我说过了，君子不应该惦记别人的东西。你原本就是冰燕姐姐的丈夫，我虽是女子，也不该惦记。那如果袁大将军就偏偏看上了杜冰燕呢？不可能。那万一你的冰燕姐姐偏偏就看上了袁大将军呢？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哎，你可别把话说得那么死。这世间男女情爱，最是琢磨不透，都是上天注定的。
我冰燕姐姐可是天上的仙女，她才看不上爱舞刀弄枪的大将军。那你喜欢拳脚功夫，不也让我这个齐三少爷心心念念吗？反正我跟你打赌，冰燕姐姐是不会看上袁不屈的。好，那就打这个赌。若是杜冰燕看不上袁不屈，那就算我赢，那便罚你3000两，8抬大轿把我送回扬州。好。那若是杜冰燕看上了袁不屈，二人将错就错，喜结良缘，那就是我赢了。那若是我赢了，我就要怎样？我就要你这位爱打抱不平、仗义相助的扬州李玉湖李小姐嫁给我。鸟语花开春空气，为一缕香追忆。一色流烟30里，竟无人怜惜。嘿嘿嘿，哎，行，嘿嘿嘿，哎呦，少爷，您回来了。来，这边。您可回来了，小的有个事儿啊，想向您禀报一下。前些日子吧，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个野小子，就来咱们齐府门口要见老太君。我这一听他口音，完了，是从江州来的，便想着是不是跟少爷您在江州那边的事儿有关。那我哪敢让他见老太君呢？然后我就给他拦到咱们齐府门口，那谁成想，那小子在咱们齐府门口骂骂咧咧。江州，他只不过是江州的一个小泼皮罢了。你们如何处置他的？那我能放过他？打得他鼻青脸肿，哭爹喊娘的。只不过后来吧，就三少爷路过，给他放跑了。三少爷，三少爷可是听那小泼皮胡说八道了些什么？没有，不过就是问问他骂了些什么胡话。你告诉他了？那怎么能？那事关少爷您。所以三少爷只是把他训斥一番，然后当着你们的面把他给放走了。不是，是把他叫到府内，然后训斥一番，然后撵走了。多此一举。哎，谁说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要搁在我王胡子身上，对，这事儿要搁在我王胡子身上，我绝对不能让他踏进齐府半步。您说是不是啊，少爷？好了，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事，不许旁人插手，尤其是三少爷，记住没有？记住了。少爷，我还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我觉得三少奶奶会武功。哦，可以见得。少爷，您忘了，小的会桥，甭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会武功不会武功，他往那儿一走，我上那儿一瞧便可知晓。好了，到此为止吧。小姐，小姐你慢点儿。哎，你慢点，小姐。小姐，柯少爷，您回来了。表弟妹，近来身体可好啊？啊，冰妍安好，表兄可好？还好，我……小喜，咱们炉子上是不是还有补品来着？得赶紧回去了，不然就坏了。表兄，我还有事，先走了。
这三少奶奶会武功，没看出来啊。不过这三少奶奶来了以后，这三少爷就跟冲喜冲中了似的，气色居然好了许多。冲喜嘛，有冲好的，有冲死的，只是要看二人的命格相不相合罢了。你这意思是说，这杜冰燕与三少爷命里有缘喽？也许吧。哼，那你以后就不要再与杜冰燕眉来眼去。哎呦，我的乖小巧，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从水榭说起，从走廊说起，从花园说起，从你第一次见杜冰燕说起。小巧啊，你呀，你可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可就是心眼太小了。倘若这个毛病不改，那你日后如何做齐府的女主人啊？其实我也不想当什么女主人，我只要你对我是真心实意，是真正把我当作知己，我就心满意足了。你把话题扯远了。你这日日上楼送药，你可有发现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之间合得来吗？有什么不合的？这两人日日在屋里打情骂俏，嘻嘻哈哈的。我实话告诉你，我与三少奶奶攀谈，实则就是为了探探她。你探她做什么？我就在想呀，这杜冰燕来到齐府究竟能够带来些什么？前几日王胡子告诉我，杜冰燕救了江州那小子，他好像会些武功。我就在想呀，这杜家小姐怎会习武呢？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乖小巧，我现在此时此刻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交给你来做。是什么？我要你去打探打探他们的虚实，查证查证，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小姐，小巧来了。小巧姐，你怎么来啦？三少奶奶，我给三少爷送药来了。小巧啊，你这每天跑过来跑过去的不累吗？要不你把这药给小喜，让他来接。三少奶奶说的倒是个好主意，不过这熬药送药是老太君吩咐的，他不发话，我哪敢偷懒呀？您说是不是？有道理。小喜，哎，把这药给三少爷端过去。是。三少奶奶，我有个事儿想求求您。你说。我早就听说扬州的刺绣名扬天下，三少奶奶您又是大家闺秀，这女工定是一等一的好。您今天就让我见识一下吧。小巧啊，我们杜家虽不比齐家家大业大，但在扬州也算是富庶人家。家里的绣品衣饰都有专门的绣娘去做。我娘也说了，家产虽薄，可也不缺姑娘那根针线，不像小户人家，让姑娘穿针引线，小家子气得很。那不知三少奶奶在闺阁时都学些什么呀？那当然什么都学了。我们杜家是经商的，要学什么经商之道、
什么如何？哎呀，三少奶奶，这经商之道你也懂啊？这有什么难的？不过就是学习如何做生意，如何赚银钱。三少奶奶，您可真厉害。没什么。那杜老爷可让你掌管商行？当然了，这18家商行我都管过。啊，小乔姐，给你。那三少奶奶，我就先退下了。哎，小姐，你们俩刚刚说什么了呀？管过18家商行，哼，这话你信吗？既然如此，那你便和老太君这样说，让老太君去查齐府账目，就说刻不容缓。记住没有？唉，我这个年纪呀，也不知道还能为齐家操多少时间的心呢。天磊呢，身体时好时坏的，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顶起齐家的门户。好在呀，我有一个世招，要不然呐，我可真是寝食难安了。世昭将商行管得不错，这也是老太君悉心教导的结果。只不过他柯家在江州的产业也等着他回去继承呢。咱们齐家怕不会是他的久留之地。这件事情我也想过，可是天磊现在还不能出来主事啊。老太君，这三少爷现在可有好帮手了。谁呀？三少奶奶呀。三少奶奶？三少奶奶怎么了？呀，老太君您还不知道啊？这三少奶奶在扬州的娘家不喜女工，专事经商理财，连哥哥弟弟都对她甘拜下风呢。这都是谁告诉你的？这三少奶奶亲口告诉我的。您的亲家扬州的杜老爷，把18家商行都交给他管呢。哦，真有此事。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怎么样，我给你娶了这么好一个贤内助。哎呦，那都是老太君您呐，眼光好。哎，你马上去请三少爷和三少奶奶过来，我们要试试他。好。日照香炉子生烟。错了。遥看瀑布挂前面。又错了。手伸出来。干嘛？伸出来。哎，这都念不对，再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
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伸出来。坏蛋！哎，包小小来了，快坐，咳，快咳！小巧来了，三少奶奶、三少爷，你们看书呢，可让我好找啊！有什么事啊？老太君有请。老太君找我什么事啊？在咱们齐府，只要是老太君有请，不是好事儿也是大事儿。好，那你回去告诉老太君，我跟边野一会儿就来。好，那我先告退。奶奶，奶奶，母亲，母亲，过来坐，过来坐，快坐吧，坐下。冰燕呐，听说你在娘家的时候经营过18家商行，可有此事？管过。以前，我经常跟着我爹爹，看爹爹管账来着。我爹爹就让我试着管了几家，看我管得还不错，就说等我18岁之后，再让我管理几家来着？18家啊，管理18家，对，18家。然后我还没到18岁呢，就嫁到林州来了，所以实际上还没有管到18家呢。已经很不错了。你一个女孩子，小小的年纪就跟着父亲管理商行。奶奶我25岁才开始管理商行。天磊啊，你这个新娘子比奶奶当年我要有能耐得多。坐吧，坐吧。你管理的那些商行，进的都是什么货啊？木头，都是木头，奶奶。你们家商行经营的都是木材生意？没听说过呀。您没听说过呀，奶奶？其实也不全是了，我经手的2家卖的都是
建房子、打家具的好木料，剩下那些边边角角的木料，我觉得扔了可惜，就把它们扔给2家小店铺，让他们当柴火卖。想不到他们还蛮有生意头脑的，卖得很好。后来在扬州买了好大块地呢。你笑什么？他们真的买了好大一块地。不错不错，你这个小丫头啊，还是蛮有经商头脑的。啊，对，做生意就是要学会动脑子。我们家天磊啊，身子弱，以后在这方面，奶奶可就要倚重你了。哦，对了，明天是我们齐家在林州14商行的账目会审，你就来做主持，给他们讲讲经营之道。可好？那个奶奶啊，冰燕她刚到林州，这人生地不熟的，我看此事还是交给柯表哥主持比较好。哎，事情都是从不熟到熟的嘛。对。奶奶，这冰燕也是刚到咱们齐府，又是年轻后辈，担此重任不太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看挺合适的，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嗨，你帮我想想办法呀！哎，小姐，你的脸上怎么都是汗呢？吹的。吹的？这风怎么还能吹出汗呢？吹牛吹的。你们家小姐呀，把这牛都吹到天上去了。她说她在扬州管过18家商行，那老太君一听，开心的不得了，明天就要考她，让她去参加这14家商行的账目会审。啊！哎呀，这可不是玩儿，小姐，你会考糊的。那就不考了，我们走。走哪儿啊？回扬州。哎，你们可不能走啊！你这脚底抹油一溜，那岂不是麻烦就大了？哼，能有什么麻烦啊？你想想，你要是现在一走，岂不是证明了你自己不是杜冰燕，而是假冒的杜冰燕？人家能放过你？还不光是你，你那扬州的爹娘都会受到牵连，他们还会吃官司，倒大霉。小姐，齐三公子说的对啊，咱们不能溜啊。那能怎么办嘛？考我又不会，走又不能走。哎呀，这要我说呢，就考。考？我对算账一窍不通。你不通，我帮你通不就行了吗？我自小在武馆长大，对做生意根本不感兴趣。我也不是那种爱钻钱眼的人。这话说得好啊！知我者，侠义人是扬州李玉湖李小姐是也。不过这句话可不能明天说，明天得换一个说法。说什么？小喜，你的肚子里边是不是装了些许扬州歌谣啊？其中有没有讲做生意的？我想想，哎，有了。买卖不算账，生意呀难兴旺啊！对对对，就这样的，继续说。不怕不赚钱，就怕货不全。继续。见人3分笑，
客人跑不掉。再来。算盘打得精，马褂改背心，不怕生意小，就怕客人少。账算3遍清，任你。就到这儿，打住。可我还有好多呢。小喜啊，你是个聪明的姑娘，歌也背得妙，字也写得好，所以呢，我安排你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刚才背的，用纸和笔全都写下来。第2件事就是为我和小姐准备夜宵，今晚我们要打通宵。是，我马上去。都不让人睡觉的吗？谁让你平时不用功，逍遥自在的？这就叫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哼，哎呀，小姐，你快背呀！买卖不算账，生意难兴旺。不怕不赚钱，不……哎呀，小姐又错了，重新来吧。买卖不算账，生意难兴旺。不怕不赚钱，就怕货不全。见人3分笑，客人躲不掉。做商变行商，财源达3江。哎呀，对了，这次全都对了，一句都没错。小喜，你已经办好了2件事情，我再交给你1件。你去外面找个暗处藏起来，看看有没有人偷听。哎，我这就去。你看，我都会背了，这次能顺利过关了吧？还不能过关，你还得再背几首才行。那你赶紧教我呀！不着急，我先教你点其他的。坐吧。明日你便照葫芦画瓢，按我做的，原模原样的演一遍即可。这查账本一定要样样查对，口中轻念项目目录，达到心口合一，手眼合一。哎呀，我会，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不就是要摇头晃脑，左顾右盼？做的还有模有样的，孺子可教吗？还有，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关于齐家的秘密。咱们齐家表面上看起来有14家商行在盈利，但其中有1家是亏本的，叫做大力木材行。柯世昭和老太君都不愿意说，我便悄悄地告诉你，你一定要记住，叫做大力木材行。大力木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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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住了。好，还有。若是明日遇到了一些答不上的问题，你一定要随机应变。我怎么随机怎么变呢？我自然会提示你啊。提示不就露馅了吗？不会。看好了，明日我眉毛一挑，说得很好，眼睛一闭，多说无益，左耳一动，唉声叹气；右耳一动，便夸老太君决断英明。你这耳朵真会动啊！还有，我鼻子一捏，立刻装病。装病不是你的活吗？我可不能再装病了，再装病我就欲盖弥彰了。明日只要你一见我捏鼻子，你就要装出一副要呕吐出酸水的样子，就像这样。你这是喝多了吧？你又吞进去了。那你来试试。
各位主管，请喝茶。小姐，放轻松，别紧张。外祖母，他们人都到齐了，可以开始了。各位主管，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人，她是我的孙媳妇，杜冰燕。她娘家在扬州是有名的大商户，16岁她就开始管理商行。今天特意带她到这儿来跟大家见个面，致个礼。冰燕，冰燕啊，你可以开始看账目了。外祖母，既然表弟妹是商贾世家，誉满扬州，不妨先让她说说这杜家的经商之道，以及投资之窍吧。您看如何？有意思。哎，冰燕啊，那你就跟大家伙说说呗。在座的诸位都是行家，冰燕在这里班门弄斧了。说到这行商之道、理财之窍，想必各位都很清楚。小时候我爹爹也教过我，这个道理可太长了。可是我们扬州人做生意喜欢长话短说，所以我就跟大家说道。要是说得好，请诸位捧个人场；要是说得不好呢，就请诸位多多包涵。说到做生意，这买卖不算账，生意难兴旺。不怕不赚钱，就怕货不全。见人3分笑，这客人啊跑不掉。做商变行商，财源达3江。果然是出口成章，是才女。小十里满城，共聚欢喜，相遇曲折离奇。就算这算盘打得精，马褂变背心。不怕生意小，就怕客人少。绳捆3道紧，这账算3遍才能清。这消息抓不准，买卖得亏本。好，言之有理啊！这问不烦，挑不厌，生意兴隆，客满店。一样货百样卖，嘴甜似蜜，卖得快。货畅其流，利无尽头。本大利宽，薄利多销。随行就市，水涨船高。鸡要卖叫，鱼要卖跳。眼睛一闭，多说。我不能再说了。为什么不能再说了？奶奶，我要是再说的话，就成老太太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了。这孩子心直口快，说话也不会遮拦。好了，表弟妹，这些是我们齐家14家商行的账目，还请你过目。奶奶，我是抽着看呢，还是都看呢？由你来定。那我就从头到尾都看一遍。算是个奇才了。
奶，这些账做的都挺好的，就只是有一家动了歪心思，有些弄虚作假。这丫头眼睛怎会如此之尖呢？冰燕呐，这美罗账本的旁边都有商会的名字，你刚才说的弄虚作假、动歪心思的，是哪一家商行啊？那就是这叫什么名字来着？哎呀，哪一家？叫什么木材行？没关系，你就大胆的说吧。我得套出来。奶奶，我呀有个能力，就是能听懂大家心里打算盘的声音，他们会和手里的算盘打架。要不给您展示展示？好啊，各位，咱们一起来看看三少奶奶的本事。各位大主管，算盘打起来！好。这丫头到底在搞什么鬼？停！奶奶，这边的算盘打的可是真响啊！童叟无欺，生已精；诚信经营，生已兴。我眉毛一挑，说得很好。要想生意好，这账啊得算清。就是他。嘿，你怎么知道是他？你可真神呐！冰燕小姐，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账本，便能找出我们的问题，真是个行家。歪打正着，歪打正着。奇怪，这账都做平了，他怎么知道大林木材行亏本的？表弟妹，你果然聪慧过人，世昭佩服。来，请坐。请坐，请坐。表弟妹啊，这个是大林木材行的账本，还请你仔细过目。冰燕啊，你好好看看，再说一说，他这个是怎么歪打算盘的？
该死的，怎么还不说话？这丫头心直口快，这要是把大林木材行亏本的事情抖出去，又伤齐府的体面呢。明日只要你一见我捏鼻子，你就要装出一副老太君，我看三少奶奶这个样子，该不会是有喜了吧？我看像。冰叶，冰叶，冰叶，冰叶！哎呀，这账不要看了，也不要再算了，你赶紧到房间去休息吧。天磊，快让他回房间休息。是，奶奶。小巧，你快去帮忙。是。就到这儿吧，小巧，回去告诉老太君就放心吧。没事的，还是先让我把三少奶奶送回去吧。不需要了。好。哎，这个病状可真管用，我有。奶奶就让我走了。哎，这到底是什么病的病症啊？以后我遇到麻烦就这么着。我的小姐呀，这个病可是不好时时拿来当挡箭牌的。为何？是有喜齐天磊，你坏！哎。你自己吹牛惹的祸，我连滚带爬的帮你过了关，你还说我坏？你怎么不坏了？教我呕酸水。那别的病你也装不像啊。生小娃娃的女人才呕酸水呢。明白了。小喜你也坏，才告诉我。我告诉你啊，这小喜不坏，我也不坏，我又没有把小娃娃从你脚底心塞进去。你坏，坏死了！你坏，坏死了你！夜色太寂寥，忆起两人之俊俏，一阵相思，空念你的妙。清风落嘴角，吹来愁绪红尘飘，一地思念纷飞。眉眼含羞荷，风卷薄裙带。青叶出逃，借月光皎皎，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举上夜色千万飘，和着思念熬出缕缕青丝指尖绕。我要在今夜醉倒，半月光皎皎，想念你的好意地动山摇。喝一口美酒良宵，和着相思谣，梦里和你一起等破晓。我要在今夜出逃，借月光皎皎，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举上夜色千万飘，和着思念熬出缕缕青丝指尖绕。我要在今夜醉倒，半月光皎皎，想念你的好意地动山
春风十里扬州路，名花倾国两生欢。我与玉狐妹妹也是得见佳人，两生欢喜。柯少爷，柯少爷，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那边练武呢。三少爷身体没病，他在练武。别打了！小姐饶了我吧！小姐，我再也不打了。小姐，我敢赌咒，如果我看花了油，不得好死。你什么意思？就让我看这个？千真万确，我刚才真的看见他们在练武。好了，冰叶。好了，这种事没必要赌咒这么严重。好了，小强，这件事咱不想了。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事，还是要跟我说，记住没有？好吧。好，下去吧。还敢不敢了？冰叶，好了。还敢不敢了？冰叶。方才好险，还好我机灵，早做准备，不然我俩都得遭殃。我给你出一道题，你且猜猜。什么题？你就猜猜是谁怂恿老太君考你的。方小巧。猜对了一半。柯少爷。这还差不多。可他为何与我作对啊？此事说来话长，你再在齐府待些时日，我慢慢告诉你。又跟我打哈哈。我刚来齐府的时候问你，你这是需要冲洗的病秧子吗？你怎么跟我说的？哎，这事儿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反正你人都在齐府，以后慢慢告诉你。可你告诉我什么了？你什么都没告诉我。反倒是把我肚子里的话全都掏出来了。齐三公子，你要是再不跟我说清楚，我就……你就怎样？我可防着呢。为何无病装病？好好好，那我告诉你，你先坐下。行，那先且说这齐三公子为何有病变无病，无病变装病？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多废话，赶紧说吧。好好好，我说。话说这林州首富齐府，几代男人骄奢淫逸，吃喝嫖赌，落得个疾病丛生，身亡命丧。老太君主持家政，只见大哥齐天祥老实敦厚，先天不足；二哥齐天放生性闲散，于是呢，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老太君对我格外宠爱，让我每日待在屋中，休养生息，锦衣玉食，人参燕窝供应不绝。可正是因为这样的宠爱和骄纵，让我灵气有余，精气神不足，落了个病秧子的下场。但这不幸中的万幸，我这歪歪扭扭的病秧子也长大成了人。可是近几年，咱们齐府不知沾染了什么邪气，怪事不断。什么怪事？老是木讷的大哥齐天祥，精神一天比一天萎靡，原本健健康康的一个人，忽然之间就再也叫不醒了，就这么离奇的死掉了。我大哥死后不到1年，我二哥也遭遇了厄运。我二哥齐天放生性闲散，但并不娇宠，身子骨比我还强出了许多。若是他能改掉闲散的毛病，
或许也是咱们齐家一名有用的男儿。可就在那个夏天的晚上，天气闷热，二哥齐天放开敞门窗睡在凉席上。夜深人静之后，我二哥便中了蛇毒，不治身亡。这太蹊跷了，好端端的祈福，为何有这种毒物？那个时候，由于我大哥二哥相继离世，齐府上下都流传着一个传闻，说齐三公子活不过25岁。那时的我被吓得心惊肉跳，寝食难安，我便病上加病。再后来，后来怎样了？万念俱灰，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困在金笼子里面的病鸟。我便找了一天，甩掉了所有的丫鬟和仆人，一个人逃到了城池外的荒郊野岭。救下我的人，便是我的恩师刘若谦。师傅将我带回了齐府，带到了奶奶面前，说我还有救。奶奶便将他留到了齐府，他便成了我的师傅，还传授了我一身武功。这么说起来，你还真是不容易。想起以往，恍如隔世。恩师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你这从有病到无病，我是听明白了。可是从无病到装病，其中缘由你还没告诉我呢。恩师来了府中半年，对咱们齐府的情况洞若观火。他告诉我，钱财对于穷苦人家来说，那是救命生存的根本；可对于咱们齐府，那是催命的毒药。别看这亭台楼阁、碉楼玉柱，这齐府里面的人早已变身豺狼，杀心四起。师傅还告诉我，要我韬光养晦，装出一副大病未愈、时好时坏的样子，方可让豺狼掉以轻心。那你就不能求求你师傅帮忙，将豺狼绳之以法吗？冰冻千尺，非一日之寒。此人在齐府隐藏极深，若想抓住他的把柄，还需等待时日。我看你们这齐府，根本就没什么好待的。那你是想回扬州去了？你们齐府就是泥塑的金刚，外头看着亮，里头黑得很。我李玉湖迟早要回去的。那你是想把杜冰燕给换回来？那更不可能了。冰燕姐姐就是个文弱女子，又不像我一身武艺，什么都不怕。玉湖小姐此言一出，价值1000金。我齐天磊不求天不求地，但求玉湖小姐留下来，助我一臂之力。我为何要助你一臂之力？你忘了，我不也助你一臂之力了？要做什么？捉狼。玉湖妹妹从小练就一身武艺，乃江湖侠义人士，不知意下如何？本小姐答应你。也不知道这三少奶奶打的什么主意，日日都往老太君院里跑，这哄得老太君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夸三少奶奶孝顺，那好东西更是流水似的往姬昌新院搬。现下这三少奶奶的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小巧啊，这尾巴翘不翘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抓住这只尾巴，才是要紧的。我敢发誓，那一次他跟三少爷练武，若是我看花了眼，我不得好死。好了好了，小巧，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他们在墙边练武，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老太君亲眼所见，那才作数。你日后要多留点神，倘若他们再露出任何蛛丝马迹，你务必要抓住。可他们现在根本就不让我把药送到楼上去，我如何再抓住他们马脚啊？况且，近来三少爷面色红润，可能我送去的药，三少爷根本没喝。巧巧，以后也许可能大概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反正三少奶奶来了以后，这三少爷就来了精神。这杜冰雁乃是扬州的大家闺秀，按理说她的表词达意应该是灵秀文雅，可是当日账目审核大会上，她竟然口出礼词俗语，实在是令人费解。莫非这其中有假？这假不假，得试试才知道啊。有了，老太君当年下聘礼的时候，专门定做了一只贵重的水晶燕，作为三少爷的信物送到杜家。可三少奶奶来了以后，我却从未见她戴过。你见她戴过吗？没见过。那我们就让她拿出这水晶燕，若拿不出来，她就是假的。小巧啊，你当真是不糊涂啊！你这主意是极好的。再过几日，便是15，到时候外祖母会在齐府举办宴会，众人皆在。届时，你就提议要看这只水晶燕。哼，当着全家人的面儿，想必这杜冰雁也休想搪塞过去。虽说上次冰雁怀孕一事是个误会，但是你们呀也不能放弃。那我先预祝咱们冰雁能早日有好消息，燕娘能早日抱上重孙子。好，好，好，咱们一起喝上一小杯。来来来，大家吃。来，冰雁。多谢母亲。冰雁啊，你穿这身红花雪青的衣服，真漂亮。冰雁，这可是老太君特意为你定做的，还不赶紧谢过老太君？多谢奶奶。哎，俗话说呀，这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你们看看，她穿上这件衣服，真是光彩照人呐。哎呦，那还不是您老人家眼光好啊！哎呀，燕生啊，都吃饭了，你跑哪儿去了？快坐下，快坐下。吃吧，吃吧。三少奶奶这身衣服，真是让人看得绚烂夺目啊！
这要是再添上一样东西，可就真是锦上添花了。小巧，你说他应该添上件什么东西呢？这件东西啊，是现成的，就是那年下聘里您找人专门定做的那只珍贵的水晶燕。哎呀，你这么一提，我倒是想起来了。对了，冰燕，当初我可是用你的名字花了大价钱请人打造的那只名贵的水晶燕，你怎么没带上呀？你快去带上，让我们大家呀也开开眼界。可不是嘛，娘也好久没见着了。奶奶所言极是，我这就与冰燕回房去拿水晶燕。好好，母亲，我们去就回。去吧。哎，你这是干什么？回扬州去。你说你溜走有什么用呢？哎，我们一起好好想办法不行吗？我根本就没有水晶燕，想什么办法？哎，我可以去跟奶奶说，水晶燕我没有拿过来，放在扬州的家里了。若是刚才方巧巧发难的时候你就这么说，或许还能搪塞过去。现在说，晚了。那你就再装病一次，糊弄过去。这也不行。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方小巧总有我作对。他背后可是有个柯世昭啊！柯世昭也是个大坏蛋，真是的。大不了我就说我是李玉湖，不是什么杜冰燕，看他能把我怎么样。你先别着急，我们一起好好想想。进。师傅，师傅，你怎么回来了？我这次回来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在荆州遇到一个人，是真正的杜冰燕。他让我把这份礼物要亲手交给玉湖小姐。交给我。水晶燕。这个柯世昭三番五次为难我们，这次就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老太君，这三少奶奶没带呀。冰燕，你的水晶燕呢？奶奶，这水晶燕今儿还是别看了吧。老太君，这水晶燕是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缔结姻缘之物。您瞧，这大伙儿都等着沾沾这水晶燕的喜气呢。可不是嘛，
冰燕，你为什么不愿意带出来让大家看看呢？奶奶，这水晶燕是贵重之物，我一到府里的第2日，就把它交给天磊了。方才我俩回去寻，可是没有找到。天磊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老太君，这水晶燕贵重的很，不会无缘无故不见的。难道是家贼啊？依我看，若真是家贼，这三少爷院里的丫头小厮可就都得换一换了。小巧，丫头就不用换了，我院里面也没有家贼。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惹得我紧张兮兮的，惹得母亲和奶奶也紧张兮兮的。这么大个人了，放东西都不知道放哪儿，若不是他自己掉出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奶奶交代呢。拿出来吧。哎呦，老太君，你瞧，还是那么精致。对了对了，就是这只燕。这晶莹剔透的，还是和我们三少奶奶最配。哎呀，奶奶你不知道，这天磊平日里最爱逗我玩了，看见我着急，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刚才我多说了他2句，他还冲我吼呢。哎，您看他欺负我。哎，天磊，以后不许欺负我们冰燕。哎，奶奶，我哪敢呀！老太君，那是他们小两口没事儿逗着玩呢。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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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这是要走？走。我们好不容易顺利的闯过了这一关，为何你还要走呢？一关一关又一关，谁知道下一关是什么等着我？在你们齐府演得累死了，不累死也要憋屈死。那你不是答应要助我一臂之力吗？不助了。你不是答应帮我捉豺狼吗？不捉了。好，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啊？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管不着。好，那你决定要走，我也没有办法。要走，便早些走吧。好在老太君想的周全，已经替我物色好了另一位女子。我齐天磊素来讨厌一夫2妻。我曾经暗自许诺，绝不娶第2个老婆。我既与你成亲，那小女子，我便看都没看一眼啊。我心向明月，只装得下扬威武馆李小姐一人。奈何李小姐非要走，那便罢了。强扭的瓜，不甜。不过呢，好在那小女子比李小姐漂亮的多，也娇美的多，也柔情的多。怎么，你还不信？我给你看看她的小相。
还真是个美人儿啊！想看啊？给你看看。怎么样？是比李玉虎要漂亮得多吧？讨厌。鸟语花开春空尽，为一缕香追忆。别走好吗？一色流烟30里，竟无人怜惜。我不要什么大家闺秀的小女子，我只要李玉虎。你是真的喜欢我？你还真是个笨蛋！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我齐天烈满心满眼都是你吗？我又不可能钻到你心眼里。我不知道。以此为证。怎么，还是不信？鸟语花开春空尽，为一缕香追忆。一色流烟30里，竟无人怜惜。千金出山还差。风雨洗，燕归落汤溪。如此呢？既然你信了，那便好。弃恨之子都不舍一世，情恨之子都不舍一世。真是及时雨，那日要不是您突然降临，那我就……他就要收拾东西回扬州，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了。师父，请受我一拜。哎，不必多礼。师父，我还有一事想要问您。您是从前线边城来，冰燕姐姐的近况是否安好？冰燕她托我把这水晶燕送给你，却把原部区聘你的碧玉剑留了下来。她错嫁到荆州之后的近况嘛，便不言自明。如此甚好。歪打正着，各有其主，这就叫鱼配鱼，虾配虾。怎么不接着说了？这下一句是乌龟配王八。哎，你这小子！哎，师傅，好了好了好了，不闹，我跟你们二位说些正经事。好在是京城连战皆捷，再打好这最后一仗，便可以得胜回朝。只是现在前线药材奇缺，我这次赶回来就是来采购药材的。过几日我就要赶回京城去，前线的条件十分艰苦，不但这药材紧缺，而且居住的环境也十分恶劣。冰燕，一个扬州闺秀，女扮男装挨到今日，不但可以救死扶伤，而且还可以献计立功，实在是令人钦佩啊！真想见见他。师傅，您只需好好休息即可，这药材之事交给我办就好了。购药之事，
尤为重要，一定要小心行事。既是军情大事，定要小心谨慎。师傅，不如您把这清单给我，我这儿倒是有一家妥帖的药铺，老板人也好，药材也齐全，咱们可以去他家采买。好，我这就把清单给你。燕生，你手里拿的是买药清单，剩下需要办理之事，我都写在信中。你马上前往舒大娘的药铺，要寂静堂按照信中所说，火速办理。说好。哦，对了，你日后一定要多多留意，有没有人在后面跟着你。如果有人跟着，你就在街上瞎溜几圈，把他甩掉。哎，还有这个，这是师傅带回来的西域葡萄，你的嫂嫂偏要给你这个好妹妹留着尝尝鲜呢。天雷，你怎么魂不守舍的？想什么呢？虽然师傅也赞同我们的计策，用这个方法，不仅可以让奶奶知道寂静堂一家被陷害之事，也能让她知道柯世昭的真实为人。那有什么好顾虑的？但是揭穿此人，又谈何容易呢？你是怕奶奶不相信你？奶奶自然是更相信他了。为什么呀？奶奶年轻时喜欢养兔子，最宠爱的那一只脖子前有一撮红毛，后来得病死掉了，奶奶伤心不已。偏巧，远在江浙的姑母足月生辰，诞下一名男孩，这名男孩的脖子前竟然也有一块红色胎记。奶奶听闻之后，便以为是玉兔转世，亲自前往江州查探，之后便倍加宠爱。此人就是与我大哥同年生辰的柯世昭。竟然有如此巧合之事！这个柯世昭极会笼络人心，整个齐府上上下下，除了我母亲、雅妹之外，所有人都认为他好。你觉得，要是我们没有掌握他的铁证，奶奶会相信我们说的话吗？有道理。所以此计还需周密行事，最好是能够支开柯世昭，单独向奶奶汇报，免得节外生枝。唉，要是他不在府上就好了。对呀，奶奶一直想收回一家外地的商铺，我可以在奶奶耳边吹吹风，让她派柯世昭去速速多办此事。就这么办。柯少爷，听说你要出门啊？老太君吩咐的事，不得不去。不过听老太君的口风，此事似乎是三少爷提出来的，才让我去收了那商行。这三少爷一向不过问生意上的事情，这次都是怎么了？还有那个三少奶奶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搞不好这一次就是他们二人的诡计。小巧，我此次出门在外，府里的上上下下，你要好好留点心。老太君来了。小巧啊，你身为老太君身边的人，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你怎会忘了呢？老太君曾多次说过，人前爱争长与短，人后必然话是非。你以后所有不顺心的事，一定只可以跟老太君讲，不可以人前人后的乱讲，记住没有？是，柯少爷，我知道了。
还有啊，你走了。还有啊，我走之后，这府里的上上下下一定要多留点人盯着，还有三少爷那边也要留点心。你看，轿子已经备好了。少爷，您的包袱。来，起轿，走了。天磊啊，找奶奶有什么事吗？奶奶，最近咱们这儿来了一个戏班，叫鸾喜班，他们演的剧目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呢。现在已经唱红了整个林州城。行吧，那就把这个戏班请到齐府来，为齐府的老老少少专门演上一场，可好？行。二老弟娘在此休息片刻，待去早晚随来。好。哎，天高望地远啊！有缘复此生呐！你们逃得出江州，却逃不出我的手掌。哎呀，周公子啊，你为何就少不了我们呢？阴曹地府，讲理去吧！上。可怜的见爹娘。哎呀，好了，奶奶，您别哭了，这哭坏了身子可不好。奶奶，您觉得这出戏如何？这个戏是不错，就是太苦了点儿。哎，这个戏叫什么来着？叫《丁郎恩仇记》。那个演丁郎的小生啊，唱功不错，做工也不错。奶奶，您有所不知，这位丁郎可是确有其人，这出戏也是真的。哦，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丁郎是我朋友的一位亲戚，现在就住在我朋友家里。哎呀，这可怜的丁郎啊！奶奶，
你想不想见见这个丁郎？也好，改天你把他带到齐府来，咱们好生的安抚安抚。好，那我明日便去请他来。奶奶，那你就不能伤心了。奶奶，我新寻得了好茶，一会儿让小巧姐跟着小喜去取。小巧姐烹茶的手艺，您是最满意了。等泡好茶，给您好好尝尝。好，行。小巧姐，随我来吧。那茶呀，可香可香了。是吗？您肯定会喜欢的。奶奶，见过老太君。起来，不必拘礼。起来，快起来。你就是戏文中的丁郎。老太君，丁郎是戏中人的名字，小生姓纪，叫敬堂。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吧？我是江州人。江州人，人长得不错，名字也好听。就是你的命太苦了。昨天那戏看的呀，惹得我这个老太婆直落泪呢。你的爹娘死得也太惨了。老太君，他们杀害我爹娘的手段，比戏中的还要残忍。别难过，别难过了。既然如此，那我就问问你，为什么不把真实的情况写到戏里，让大家都知道呢？戏班班主怕惹祸，只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况且我爹的冤屈，也不是一场戏可以说明的。戏说不明白，嘴能说明白吧？老太君，那戏里的周世彪是借刀杀人，可那江州的周世彪是用毒计害人，心狠，手更辣。他们为什么要缠着你家呢？江州城东有一恶霸，恶贯满盈，坏事做尽，而他的儿子周世彪，跟他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玉面郎君。我们家在城西经营着一家药馆，本来与他们周家毫无瓜葛，可万万没想到，还是被那恶人盯上了。那他们有何图谋？他们看上了我们季家的药馆，那是块生意兴隆的风水宝地。起初，只是派人出价收购，我爹爹一口回绝了。后来他心有不甘，便想出了一条丧尽天良的毒计。毒计？什么毒计？奶奶，您先别急，听他慢慢说。好，你慢慢说。那恶人周世彪一心想要我家的地，但是又不能从城东到城西去强抢，于是便挖空心思的陷害我家。直到有一天，他在江州的大街上东游西逛，看到了一对乞丐母子坐在街头乞讨，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毒计。他别有用心地走到乞丐母子面前，说这乞丐母子的样貌像是他家一个什么远亲。一番花言巧语之后，周世彪让人把这个乞丐骗回家中，大吃大喝，
让这个乞丐吃得好、穿得好，犹如平地升天。如此，他也就乐得跟在周世彪身后收租讨债、狐假虎威，当了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甩手公子。这个乞丐在周世彪家中一住就是半年。有一天，这个乞丐公子偶然得了小病，周世彪便请了个郎中给乞丐把脉瞧病，开了药方。乞丐公子便拿着这张药方到我家的药店去抓药。为人朴实的爹爹，万万也没有想到其中有鬼。他按照药方抓了药，给了这个乞丐公子。公子，你拿好。谢谢少爷。之后，周世彪又派人偷偷将真药换成了毒药。乞丐公子喝下去之后，顿时七窍流血，一命呜呼。贩卖假药，谋财害命，给我见官！怎么可能呢？我们季家药铺一向卖的都是货真价实的药。快走！周世彪让他的手下抬着乞丐公子的尸体到我家店门口大吵大闹。爹爹和他们理论，可是这帮恶奴蛮不讲理，硬说爹抓错了药，害死了乞丐公子。他们不由分说地把爹拖进了衙门。收了周世彪贿赂的县官，用酷刑逼我爹爹招供。可怜的爹爹，蒙冤寒屈，惨死狱中。这个恶人丧尽天良，用无辜乞丐的性命嫁祸你家药铺，谋财害命。你刚才所说，都是从哪儿听来的？当年敬堂想去官府报官，却被那周世彪买通的狗官赶了出来。恰巧在门口遇到了那位乞丐老太，乞丐老太也觉得他的儿子死得有蹊跷，便去质问周世彪。这周世彪便派人在他的吃食里下毒，幸亏有个心善的小丫鬟提醒了他。老太知道周世彪要赶尽杀绝之后，便连夜逃走了。可这周世彪心狠手辣，竟派了许多人去追杀老太。老太受了重伤，眼睛也瞎掉了。她心有不甘，想去报官。途中我遇到了她，我带着她一路逃离江州，却不曾想，这周世彪派人连夜追赶我们。混乱之中，我与那老太走散。唉，善恶到头终有报。敬堂，你今日来，就算是我们有缘。这样，我送你一些银两，祝你日后去寻找那证人瞎眼老太，再去状告周世彪。若是我说出那周世彪的真实姓名，奶奶，这戏中的丁郎实是季敬堂，不过这戏中的周世彪嘛，是谁？禀告老太君，那戏中的周世彪不是别人，正是来自江州的柯世昭。你究竟是何人？我是江州季家药馆掌柜之子季敬堂。那柯世昭害得我家破人亡，请老太君替我做主。我说的话句句属实。这是我爹临死之前亲手写的，连狱中的狱卒都动了恻隐之心，才将它转交给我。敬堂报官无门，又与老太走失，丢了人证。听闻七老太君您有仁爱之心，又慈善公正，定不能让那柯世昭毁了您齐家的名声啊！于是我才斗胆来见您，求你给我个公正。
既然这个案子他官府都管不了，又没有证人，我一个商户老太太更不方便插手。再说了，你刚才所说的也只是一面之词。天磊，在，你去取些银两送给他，让他好好回家。是。敬堂感谢您的善爱，但敬堂不为银两，只求替我父母还个公道。祝老太君福寿康宁，敬堂就先告辞了。我去送送他。天磊，你是怎么认识那孩子的？有一天，他在咱们齐府大门口吵嚷，说着要见你，让你替他做主，结果引来了王胡子等人，将他暴打一顿。我与冰燕只好路过，将他救下。世昭在吗？他不在。那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孙儿想，毕竟此事牵扯3条人命，又与柯表兄有关，不能只听信一面之词便妄言相信，还想等着查实之后再说也不迟。天磊啊，寂静堂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世昭现在是在替我办事，办的都是我们齐家的大事。如果让他牵扯到官司，那受损的可就是我们齐家了。奶奶，这寂静堂家的冤情早晚都会真相大白，但是咱们齐府的大事，您还是尽快收回自己手中比较好。奶奶，这传说不可能空穴来风。这江州，我看也是个多事之地，会不会是因为柯表兄常驻江州，沾染了一些江州不好的风气，把厄运带给了咱们齐家呢？你不要胡说。孙儿没有胡说。若是咱们齐府没有厄运，为什么我的大哥会不明不白的一觉睡死？又为什么我的二哥会莫名其妙的被毒蛇咬死？为什么我的燕氏小妹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哑巴？为什么齐府上上下下会说我齐三公子活不过25岁呢？天磊，你不要再说了。奶奶，孙儿不是要吓唬你，是咱们齐府当真有邪气啊！你不要再说了。快走2步。少爷辛苦了。快点，少爷请。把药拿到后面去。少爷您慢点啊。柯少爷。柯少爷，你总算回来了。回来了。你先把东西拿进去。哎，快，小跑2步，来，快点。去。小巧。你来和我说说，我不在府中这几日，
这府里都发生什么事了？那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给老太君请了戏班子来演戏。后来呢？第二天，我本陪在老太君身边，却被三少奶奶支开去烹茶。回来的时候，三少爷带着个少年在与老太君说话，老太君满脸不悦。小小，你可有看清这少年长何模样？被三少奶奶带着匆匆的走了，我站得又远，看不清楚。反正17、18岁，人挺精干的，块头不大，白白净净的，看穿戴倒像是外地来的。小巧啊，你为什么不好好盯着他们呀？我怕被三少奶奶看见，她鬼着呢。打死他！对了，那人就是那天门口挨打那小子。又是他！小小，你告诉我，你可知他向老太君说了些什么？外祖母，世昭拜见外祖母。世昭，你回来了啊，回来了。来，把东西放过去。哎，外祖母，外祖母，您看看，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给您带的礼物。又带了这么多东西。外祖母，您慢点。你每次归来，都给我带这么多的东西。唉，我一个老太婆，能吃多少，能用多少啊？以后啊，就别花这个钱了。外祖母，这些事您不必介怀，以后啊，世昭都听您的便是了。还有，各方亲戚，不要再送什么土特产。今天呢，这2罐茶叶我收下，其他的你帮我送到江州你母亲那儿，就说是我送给她的礼品。是，外祖母，都听您的便是。来，喝茶。坐下吧。我呀，就剩下你母亲这么一个女儿了，多年不见，十分想念，所以我想到江州去看看她。外祖母，您年纪大了，腿脚多有不便的，不妨让她来林州看您。这江州啊，实在没什么好看的。哎，我就去过江州1次，来去匆匆的，也没见过什么好的景致，所以我想，这江州没什么好看的。外祖母，实话跟您讲，这江州的确是我的故乡，虽然不算是什么风雨之乡，但确实也是一个富庶之地啊。可惜，这江州民风不好，多出泼妇刁民，实在是令人感慨呀。不对呀，当年你父亲在江州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怎么敢招惹你柯家呢？正是因为我父亲有此背景，还为人正直，眼里从来揉不得沙子，所以宿敌、仇人也多。而如今他已经不在了，可就是有这么一些奸佞小人，喜欢恶意造谣、肆意诽谤。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的，我们柯家这好好的名声，全都给传坏了。
原来江州是这么一个情况，看来此事也不可听一面之词，还需从长计议。世昭啊，你刚回来，一路辛苦了。等你休息好了，再来给祖母讲讲外面的一路风景。是，外祖母。那世昭先行告退。嗯。柯少爷，您找我。老官，我正好有事情要吩咐你，请讲。江州有一位瞎眼老妇乞丐，我要你带着兄弟们暗中查访，找到最好的时机，除掉他。明白。所以，老太君信了吗？方才老太君找柯世昭问话，柯世昭出来只是神色坦然。根据推算，奶奶并不相信寂静堂所说的。捉贼拿赃，奶奶不信，我们就把证据摆在她面前。对呀，这寂静堂是受害者，奶奶不相信；但若是把瞎眼老太找来做人证，岂不是铁证如山？奶奶自然就信了。只是这老太太在山高水远的江州，我们被困在宅子里，出也出不去啊。我有办法。那太好了，我可以说。小声点，我的姑奶奶。天磊，奶奶来了。别起来，别起来，快坐下，坐下。哎呀，你是不是旧疾又犯了？奶奶放心吧，没事的。一定是前段日子他太累了，累病倒的。奶奶不碍事的。最近天气闷热，孙儿胸口憋闷。早些年刘师傅在，都会带我去山林别院静养。今年师傅不在，身子也就虚弱些。哎，奶奶，要不就由我陪着天磊一起去别院小住几日。听天磊说，那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或许对养病有好处。我怕，若是等着刘若谦师傅回来，天磊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了。也好，要不这样吧，让你表哥派人送你们俩过去。奶奶，表哥他还要打理咱们齐府的生意，公务繁忙，就别再劳他费心了。有冰燕陪我，一切都会处理得妥妥当当。冰燕呐，那我就把天磊托付给你了啊！奶奶，您就放心吧。哦，对了，奶奶，我见燕生妹妹整日闷在房里，能不能把她也带上啊？那个别院清新又安静，方便她散心。行，行。少爷，看来三公子病得确实不轻啊。不可以大意。你的人靠谱吗？放心吧，我的人绝对靠谱。
小姐，就是那个，他是王胡子新招来的车夫。狗腿子！不急，将计就计。小喜，你跟叶生先走，记得去东街办事，一切小心。是。从东街走，出发。是。赶紧出发！去。停下！三少爷的补药还差了几副，我去药铺抓了带上，免得别院私下没有药铺，耽误了三少爷养病。你们先等等。兄弟，来，帮我看会儿马，我去拉肚子，好不好？一会儿就回来啊！快点啊！慢走。就按药方上的准备。好，这是您的药，5两纹银。哎，银子，谢谢。药抓好了。三少爷身子弱，受不得颠簸，你们啊慢着点儿，咱们也不赶时间，压着点走。啊。慢着点走啊！去。我与三少奶奶在这内房当中养病，尔等不要打扰。你们便守在这大门口，住在偏房中即可。如有不听命的，待我们回府之后，三少爷禀明老太君，肯定会重罚，并且打发你们出府。听明白了吗？明白。
搞定了。什么时候走？择日不如撞日，就在今夜，清风拂林之时。今夜怎么走啊？师傅在此别院还另有一条西径。小喜，你便安顿在此，按计划行事。明白，三少爷。哟，二位兄弟职业辛苦，上好的女儿红，来2口。来，这个时候不能。哎呀，夜长喝2口解解乏嘛。来，一块喝，来，喝呀！快！来，三少爷怎么今天那么安静？给我再喝一口。三少爷、三少奶奶，吃点点心吧。来，给我一口。谢了，多谢啊！没事，辛苦啊，慢走啊，慢走啊。没想到这个别院还有这么一条暗道，真精巧。哎，我都好久没出来玩了。那咱们这次就玩它个够。好，好看吗？好看。杨子，我这招偷天换日如何？还行吧，只是不知道可以瞒多久。是，所以咱们也只能将计就计，速速寻找证人夏言老太，然后赶紧回来才行。哎，我都好久没出来玩了，在你们齐府都要待烦了，这次出来得好好玩一玩。哎，你知道江州有什么好玩的吗？你想玩的应有尽有。那赶紧走吧。走啊，跟我比一比。行。去。夜色太寂寥，忆起两人之俊俏，一阵相思空念你的妙。清风落嘴角，吹来愁绪红尘飘，一地思念纷飞后人扫。我要在今夜出逃，借月光皎皎，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举上夜色千万飘，和着思念熬出缕缕情丝之间绕。我要在今夜醉倒，半月光皎皎，想念你我喜欢这个好一地动山摇。喝一口美酒良宵，喝着相思药，梦里和你一起等破晓。娘子别打！哎，让你吓我！子，去那边，去那边。各位朋友，
江湖九流聚兄弟，出门在外靠朋友，顺风耳、千里眼、欲寻宝驹、找马眼。这谁呀？原来是道上的朋友，有什么需要您说，但凡是我们知道的，必定告知。诸位兄弟，你们可否认识一位瞎眼老太，年约50岁左右？他的儿子也曾做过乞丐，还曾跟随贵人逍遥过一段时间，却在1年前离奇的死了。朋友，这单生意我做不了。酬劳可谈。你们不是江州人是吧？的确不是江州人士，但俗话说，在外靠朋友，请各位兄弟卖点面子，给些消息。朋友，我们只是来打听一点消息，并无敌意。方才这位兄弟说做不了，这做不了3字，况谓含糊。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此事关乎诸位的身家性命。2位贵人睿智，我等不便趟这趟浑水，还请2位朋友莫要再逗留，离开此地。兄弟，你不便说，我们也就不问了。这些钱财，你拿着，给诸位兄弟分一分，买些吃食。此事我们说不得，不过2位可以试试去逍遥楼找二包神，他法眼通天，只要银钱给的够，什么消息都可以在他那儿买到。多谢。官爷，刚才有对年轻夫妇打探那个老太的消息。什么人？听口音不像江州人士，那男的一副白面小生的模样，那女的倒是有几分姿色。哦，对，还有点江湖气。这样，你带兄弟们，一面继续暗中打探那个老太的消息，另一面给我死死地盯紧了这2个可疑的人，一旦有任何消息，立马来报我。是。客官，请。2位客官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我。哎呦，王公子，好久没来了呀！多赢点，多赢点。那儿呢？这逍遥楼原本就是做这类生意的，鱼龙混杂的赌场，消息自然灵通了。走吧。等等，去这种地方打探消息，自然要有些门道。门道？齐3公子锦衣华服，腰带玉佩，头戴玉冠，富贵非常。可就是这脸嘛，我脸怎么了？这脸白白净净，斯斯文文，就是这眼睛太精明了一些，一看就会骗人。
我如此温和敦厚，又怎会骗人？你可不要冤枉我。可是我这法子就得要会骗人。这是我糊涂了？明明刚刚入住客房的是一对恩爱小夫妻啊！哎，你可要记住了，从现在开始呢，你就是鲜少出门的阔少，人傻钱多的富家子，反正不能把你的精明劲儿给露出来了。哎，小生初次进城，虽然家财万贯，但也只知之乎者也。今日偷跑出来，想找个乐子。就这样，就这样。哎，那你也要记好了，你现在就是地痞无赖小流氓，可千万要小心谨慎。如遇凶险，我一摸鼻子，你便要小心收敛。嗯，记住了，走吧。站住！站住！追他！站住！别跑，乞丐！别跑！站住啊！起来！跑啊！你们是什么人？什么人？给我打！看什么看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说，今天给那对找老妇的人说了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呀，大哥。小混蛋，你想找死是吧？大哥，饶命！赶紧说，要不今天要你小命！我说，我告诉他们去逍遥楼打探消息。以后给大爷管好自己的嘴，走。这位公子，看您贵气逼人，紫气东来，今日定能财源滚滚啊！公子，里边请，玩两手，瞧瞧。瞧瞧，公子请。请。兄弟，买大买小啊？大。哼，122，你输了。大哥厉害，小生佩服。再来一局吧。好。我还压大。哈哈。再来。哈哈哈！输了，你今天运气不好。怎么还要来？你这次输了，身上这件衣服可就保不住了。来。小兄弟，你的骰子我来帮你开。哼，爷爷，我今天手气好得很，不需要。
是小生赢了，是小生赢了，小生赢了！这是作弊，不算。哎，这可是我们逍遥楼的东家，大度有容、笑口常开的耳报神，怎么不算？哼，原来是大东家，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失敬。小兄弟，这么好的手气，得再玩两把。我做个东。那我就再陪您玩两把。请。我也要来，乘胜追击方能破敌。再来一局，我全下。好。你呢？我压大。3个1，豹子，庄家通吃，胜！好嘞！嘿，小兄弟，赌局的规矩，愿赌服输，你这是要砸我场子呀？啊！不关我的事啊！我当然不敢砸您的场子了。对，我是觉得这赢了就走的话，多少有点不太道理。嘿，说的对，但你还有钱吗？哎，那是家中长辈所赐。这么个破石头，你真的拿我耳报神当叫花子？少了，这儿还有，而且这家伙看起来像是富贵人家的子弟。若是他输了，便让他打白条，让他家人还。啊，大哥，这万万不可呀！这个不行啊！没事的，这一把全赢回来。行，好，有胆识。我耳报神开门做生意，来者不拒。既然是豪赌，二位雅家请。慢着，你我二人皆是赌场老手，我看这一局谁掷骰子都不合适，要不挑个新手如何？说的有道理。这逍遥楼是我的地盘，咱不能让外人说我欺客呀。是啊，这骰子由谁来摇？你选。我不行的，小生只会执笔写字，不会这些东西，我不懂。哎，不会就对了。你来摇。兄弟，看你了。我试试。失敬。无妨。好了，我先选小。那我就选大。大。慢着，耳报神，我跟这位兄台可是赌上了全部身家，不知道您赌什么？来，是东家。耳报神，
我们兄弟二人可是赌上了全部身家，您就这么些银子，怕是有些小气了吧？依我看，若是您输了，就把这半个逍遥楼输给我们俩。大胆！好大的口气啊！哎，好，我依你。但我也提个条件，这把如果你们俩输了，打明儿起，在这逍遥楼给我当牛做马，你们俩的资产都归我。啊，那岂不是把我祖产都全押上了？我不玩了，我不玩了。完了，哎，好，开。开。我赢了，我们赢了！不可能，我明明吩咐他。吩咐人把这骰子动了手脚。胡说！这骰子难道是刚才掉在地上的时候？石匠，是你换了。您的骰子在这儿。您的骰子摇大摇小，还不是您说了算？我们二人怎么会这么傻，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上？二豹神，你这半个逍遥楼以后就归我们管了。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我们也无心为难二豹神您，只是听二豹神耳听八方，任何消息都逃不过你的眼睛，所以特地来此跟您寻个消息。问。我们在找一位瞎眼老太，想必以您的神通，已经知道她是谁，在哪儿了吧？早就听丐帮的兄弟说，有2个人在外边瞎打听，就是你们俩。耳豹神果然神通广大，我们二人也知道，此事背后牵连颇多，才斗胆拿着半个逍遥楼来跟您换消息。若是您肯帮忙，刚才这赌局便不作数了，这逍遥楼也还是您的逍遥楼。我耳豹神敢输，你们2个外地来的小子敢拿吗？您大可以杀了我们2人了事。不过，刚才楼下的赌徒也都看见我们上了楼，如若没有安然出去，我安排的人会去报官。我知道以您的手段平复得了官府，不过因为这样一个小事摊上一宗麻烦，这不值当。况且，我们也都是打开门做生意，这一点钱财，小小心意。罢了，我耳豹神本来就是卖消息的，愿赌服输。你们要找的人在白雀庵。多谢前辈，晚辈属实迫不得已，还望前辈海涵。不必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你2人速速离去吧。晚了，恐怕要节外生枝。多谢。官爷，他们已经查出瞎眼老太在白雀庵中，务必办好，否则我拿你试问。是。
往哪儿钻呢？小喜姑娘说了，三少爷、三少奶奶不让进去打扰。哎，兄弟，你看这三少爷、三少奶奶从昨天起到现在一直在内院没出来，哪有这样养身体的呀？依我看呐，三少爷就该多出来走动走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是不是？你个马夫还管起少爷来？哎，不敢不敢。哎呀，莫不是三少爷憋在房中出什么事儿了吧？少爷，少爷，喊什么？唯恐整个齐府都听不到你喊是吧？少爷，这是老关的消息。哎，少爷，就我那马车夫也来消息了。什么消息？快说。就那马车夫说吧，就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别院中，然后终日在内院里面，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不露个脸，就他那小丫头在门口守着，也不让见人，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呀。哦，原来如此，他们此刻根本就不在别院当中。不在别院，那在哪儿呢？去，把消息给老关传过去。是。大叔，您知道白雀庵往哪走吗？白雀庵，不知道。多谢。哎，请问您知道白雀庵怎么走？白雀庵呀，你们顺着这条山路一直走，再向东行，半山腰上就是了。多谢。不用谢。走。走走。打扰二位，不知你们二位是否见过一位年龄50岁左右的瞎了眼的乞丐老太？大娘，麻烦问一下，有没有看见过一位50多岁瞎了眼睛的老太太？没见过。没有看见。 50岁左右的瞎了眼的乞丐老太。有没有见过50多岁瞎了眼睛的老太太？没见过。没见过。有没有见过50多岁的瞎眼老太？多谢。没见过。多谢。
道是这耳报神给的消息有误吗？应该不会。江湖中人各有各的活路，耳报神在江州这一块就是吃卖消息这口饭的，他不会砸自己的招牌。哎，不玩了，不玩了！我都当了1天小偷了，我要当大侠。木剑给我。小偷，你可要小心了！现在我换了身份，当大侠了。嘿。对呀，换身份我怎么没想到呢？想到什么了？这瞎眼老太被追杀了那么多年，为保性命，说不定现在已经换了一个身份，不再是乞丐。不再是乞丐。可是这庵里除了乞丐，那只剩……我明白了。哎，小师太，请问一下，你们庵中有没有一位瞎了眼的师傅？你说的是陆玄师太吧？他此刻正在斋堂用斋饭呢。多谢。走。来，我帮你。你啊，多吃点这野菜啊。如何？打听到了，师傅法号陆玄，去年刚到庵中来剃度，在此之前无依无靠，四处流浪。那就8九不离10了，就是他。走。打扰2位师太，我们夫妻2人初来乍到，想讨一口斋饭，不知可否应允？啊，2位施主，快快请坐。多谢。多谢。多谢。近来庵中救济的贫困灾民越来越多，开支越来越大。为了节俭，斋饭中多选用野菜作为辅食。幸好有我们的陆玄师太颇懂烹饪之法，每日换着花样的做斋饭，倒也颇为有趣。2位贵客，尝个鲜吧。好。没想到这区区野菜，竟然也能做出如此美味。全林州的厨子都做不出这样的美味。来，再点菜啊，再吃点这个。来，给。 2位师太感情很好啊。啊，住持师太慈悲为怀，他可是陆玄师太的救命恩人呢。哎，你且出去看看，看看香客们的斋饭可做好了吗？是。 刚才那位小师傅说救命恩人，不知是陆玄师太早年间遭受过什么劫难吗？都是些陈年往事，不提也罢。这说来也巧，我们夫妻2人的一位朋友是江州人，去年家中遭遇横祸，不得不离开了家乡。在离开江州之前呢，他曾经接济过一位瞎眼的乞丐老太。 得知我们夫妻2人要来江州之后，便嘱托我们要来探望探望他，想知道故人是否安好。我的这位朋友名唤寂静堂。善哉善哉！ 天下受苦的人太多了，愿佛祖保佑庇护。看着2位不像本地人吧？
晚辈姓齐，林州人，家中排行第3。姓齐，师太，我们知道，您就是当年瞎了眼睛的老太太。我夫君是齐家3公子，这一次特地来江州，就是来寻您的。残害您儿子的人，在江州横行霸道，在齐家也作恶多端。我们想告发他，惩举他，却苦于没有证据。您跟我们回到林州去当人证吧，去把他的恶行说出来，我们一起收拾他。2位施主认错人了，老尼久居安州，对2位所说之事全然不知。师太，就这么算了吗？那倒不会。这陆玄师太决然回去，定是因为不相信我们。毕竟我这齐3公子，可是跟害死他儿子的柯世昭是一家的呢。那可怎么办啊？先取得陆玄师太的信任吧，再想办法把他带回林州。我们就不依不饶，缠到他答应。那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找师太去。哎，这位小师傅，阿弥陀佛，你可见到陆玄师太了？去后山了。多谢。师太，我们是齐家夫妇。2位施主，请回吧。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位。师太，我知道您还是不肯信任我们，我们也深深为您和您儿子的事感到痛心。但寂静堂告诉我们，您儿子走后，柯世昭便搬到了季家药铺。阿弥陀佛，作孽呀！老尼每日会为你所说的那位苦主诵经超度，愿他来世多生个好人家。官爷，我一直跟随着那对小夫妇，然后他们到耳报神那儿打探到那瞎眼老太的消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老尼姑就是当年的瞎眼老太。耳报神的消息不可能有错的。柯少爷寻了他很久，没想到这个老太婆竟然躲在这儿。咱们还真是得感谢他们俩，帮了咱们大忙。按照柯少爷的吩咐，杀了灭口。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送你去跟你儿子团聚的。姑奶奶先把你送下去。给我上！
你没事吧？官爷，你没事吧？让兄弟们把下山的路给我围了，继续给我追啊！没人跟来。给我看看。鸟语花开春空气，为一缕香追忆。一色流烟30里，竟无人怜惜。清静出身风雨息，雁归落汤溪。痛吗？不疼。这么大道口子还说不疼？没事，这一点小伤真不疼的。齐天磊，被人欺负说不疼，被人打也说不疼，这么大的口子你说不疼？你在我面前不要装啊！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你。要不是我家娘子武艺高强，我早就被劈成几十瓣了。别哭了，就知道逗，就知道笑嘻嘻。公子是为了救老尼才受伤的，老尼感谢二位的救命之恩。师太不必。师太，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师太。虽然你躲入白雀庵中削发为尼，但也阻止不了那群人的杀心。你的行踪现在已经暴露，他们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对啊，师太，这样躲下去不是办法。要不，您就跟我们回林州去吧，去揭发柯世昭的恶行，替您儿子报仇。好，若不是二位救了老尼的命，老尼也无法知晓二位的为人和真心。你们是好人，我就不再遮遮掩掩了。柯世昭那个恶贼，为了夺得几家药铺，把我儿匡骗去，下毒害死。现如今，他还想要了我这瞎眼老尼的命。师太，不瞒您说，我的2位亲生哥哥也可能是被柯世昭给害死的。我这么多年来就是为了寻找证据，为我的至亲至爱之人报仇。杀你儿子的恶人，那也是我的仇人。是啊，师太，我们一起为枉死之人报仇雪恨。我这老尼留着一条命，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为我儿沉冤昭雪。要不然，我这条命就随他去了。只是苦于深渊无门呐。我们可以帮您，但我需要您去做个人证，把您这些年所见所闻，把您儿子被害死的经历，通通告诉老太君，让老太君知道柯世昭的险恶为人，老太君便会为您做主，为您的儿子报仇雪恨。好，只要能为我儿讨回公道，要我做什么都可以。那如今的当务之急，就是咱们速速回到林州去。可我刚才查看了一下，下山的路都被他们封死了，你又受了伤，硬闯肯定不行。咱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师太，那一车臭臭的东西，装的是什么呀？哦，小师傅们将夜香存放到此处，等夜香车满了，夜香郎就会把它送到白雀庵的菜园子里。有法子了，天磊，这夜香郎就由你来当了。师太，
一会儿我们要演一出好戏，不知道您的眼睛是否方便？老太婆虽然眼瞎，但是听觉和触觉都还灵光，我这平时行动没什么障碍。那便好。眼下就差一身法袍了。这好办。顺着这草棚往东走半里，有一口古井，我们常在那里洗法袍，小师傅们都把衣服晾在那儿。那我去接一身。哎，我同你一起去。你都受伤了，乖乖待在这儿，我马上回来。我打不过，还跑不过吗？起来，起来，起来！守了一晚上了，连个鬼影都没有，你还睡？其他陆兄弟会不会已经把他逮住了？能吗？哎呦，这么臭啊！你放屁了？放你娘的狗屁！哎，站住！干嘛呢？阿弥陀佛，二位施主，我们是把叶香送到园子里浇菜的。臭死了，呛得我眼睛都疼！快走！等等，你们到叶香？确实是到叶香的。这太臭了！你这小徒弟怎么这么恶心啊？盖上！快走！滚！走！哎呀，你快点儿！太小偷了，这个大清早的，贵气，恶心死了，什么玩意儿？官爷，这暗中上上下下都找遍了，那3个人不见了。不见了？难道他们插着翅膀飞走了吗？这样，你赶紧下山。那个男的受伤了，走不远，我断定他还在城内，挖地3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好，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去找。等等。你现在先给柯少爷去送信，告诉他，那个瞎眼的老太已经跑了。如果咱们追不上的话，让他提前在林州城内做好安排。一旦他们进入林州地界，我们便可守株待兔，方能拿下。是，走。算起来，他们也该差不多抓住我们的替身了。估计啊，嘴都给气歪了。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们绕道走了。就算他们折返回来追，千里马也追不上。等回了林州，咱们还得先将师太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起来，再回别院。要把这出大戏神不知鬼不觉地唱完才好。嗯。你们回来了，那是当然。此行虽然凶险万分，但也一切安好。什么安好啊？你的手，这点伤算不得什么，休养几日便会好的。最重要的是，咱们把要找的人给带回来了。建堂兄弟，你的仇很快就会得报。不过此事事关重大，切不可让柯世昭提前知晓，否则他定会痛下杀招。这段时间你要小心谨慎，切不可大意。好，还有一件事。3少爷和3少奶奶要上车了。
少爷，江州来的信。废物，还得本少爷亲自出马。王胡子，少爷您吩咐，去查一查，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去江州这一路上做了些什么事，遇到些什么人，有什么异常。他们能够一路顺利到达江州，必定是有人接应，务必查到此人是谁。啊，是。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以为带着瞎眼老太离开江州，我就奈何不了了吗？那本少爷我就布好天罗地网，等着你们。去。是。客官，这就是天字1号简了。哎，多谢小哥。谁呀？啊，师太，是齐公子让我来接您的。师太，齐公子已经安排好了，马车就在楼下，带我们从这郊区回到林州城。您先暂住我家的药馆，那里很安全。好，我们快走吧。来。哎呀，你们两个终于肯回来了，来让我看看。脸色好了许多，身体也强壮了不少。好啊！奶奶，那山林别院山清水秀，空气沁人心脾。这回孙儿病已经好了大半。太好了，太好了！让我看看冰燕。瘦了不少。哎呦，我都心疼你了。正好奶奶呀炖了血燕，给你们补补身子。来人呐，把血燕端上来。快坐，别站着，坐，快坐。奶奶，哎，坐，都坐下。我说天磊啊，你这气色看起来的确好了很多呀。外祖母您瞧瞧，天磊似乎黑了一点啊。你这么一说呀，还真是有点黑。哦，我知道了，定是三少奶奶性格活泼，待不了这方寸的庭院，于是带着天磊到有趣的地方玩去了。弟妹啊，你不妨说说，带天磊去什么地方玩了，让我们大家伙也都乐呵乐呵。这好玩的地方呀，在哪儿？那是一个都没去。日日待在房中？也不是。奶奶，我和天磊为您抄了佛经呢，小喜。真是两个有孝心的好孩子，感谢佛祖保佑我的孙子病情好转。奶奶，其实这誊抄佛经为您祈福之事，也是受了高人指点。哦，什么高人？这位高人是一个心怀慈悲、德高望重的师太。这位师太是师父早年间游历江湖，机缘巧合碰见的。谈吐间，师父了解到这位师太佛法高深。之后，师父为我治病时，便将这位师太所讲解的佛经誊抄给我，让我潜心参悟。没成想，我的病竟好了大半。善缘，这就是善缘。这位师太云游四方，讲经论佛，可遇不可求啊。但师父写信跟我说，这位师太近日要来咱们林州云游。我心一想，奶奶一心向佛，若是能将这位师太请到咱们齐府，为大家讲讲佛经，对咱们齐府而言，简直就是好事一桩。所以便拜托师父，请这位师太来咱们府上，
奶奶意下如何？当然好啊！奶奶，我这大半辈子行善积德，为的就是求佛祖保佑我们齐家，保佑你们。要是能和这位师太结缘，那就是我们的福报啊！奶奶说的是。天磊啊，你不妨告诉表哥，这位师太现在身在何处？表哥马上派人去把她请过来。表哥，这位师太乃是得道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也弄不清楚她的行踪啊。师傅反正下了拜帖，人家要来，自己便会来，就不劳表哥费心了。好，甚好。讲讲吧，三公子跟三少奶奶这一路可有任何异常啊？异常？他们就老在别院里面，他待着不出来。我怀疑他俩压根就没有在别院里。这我们柯少爷都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这个去别院的路上嘛。这个三少奶奶的丫头说是要给三少爷呢置办点补药，他又担心这别院的四周没有药铺，然后他就在途中进了一家药铺，但是全程我都盯着呢，他装完药立马就上车了，没什么异常。药铺啊，走吧。药，庆润堂，就这家铺子。当天小喜姑娘亲自去买的药。这白天关门，不做生意了？你去敲门，就说你买药。啊？不，这不合适。什么呀？耽误了大事，弄死你！哎，给脸不要脸！掌柜的，开门呐！掌柜的，我来买药啊！掌柜的，小店今日有事，不做生意，您去别家买吧。哎呦喂，那就来不及了呀，掌柜的。那我家老母亲现在她等着要救命呢。掌柜的，你就行行好吧，您救救我母亲的性命吧。掌柜的，哎呦喂，你赶紧给。大哥，您别着急，您需要什么药？我也不知道啊，他早上起来就四肢抽搐，还神志不清，这吃什么药啊？快进来，快进来！哎，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原来如此，光注意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了，竟然把江州的那个小子给忘了。早在江州之时，这小子就已经和瞎眼老太认识了。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定是听了这小子的话，才突然去了江州。哦，是的。哼，想害我柯世昭，没这么简单。王胡子，此时瞎眼老太必定就在药铺当中。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务必要在瞎眼老太出现之时，让这瞎眼老太沾上毒粉。此药能够渗透肌肤，即便没有服下，只要沾上一点儿，那也可深入骨髓。是少爷，小的一定办到。哼，既然如此，那本少爷就来个瓮中捉鳖，等着你们亲自把这瞎眼老太送到我的囊中来。还不快去！哎，是。
师太，今日你我的冤屈就要昭示于众，让那祈福的老太君知道柯世昭的丑恶嘴脸。齐三少爷吩咐过，让我们神不知鬼不觉，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无从招架。齐三少爷和少奶奶会在府内接应咱们。你放心，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我儿子伸冤。哎，我已备好马车，咱们还是小心些好。来。来，老板。师太，师太，可怜我吧，给我2个铜板吧，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好饿。师太，给你，快走吧，我们还有急事。谢谢师太，谢谢师太，谢谢师太。就是他们，去把他们带进来。是。走。来。师太，你怎么了？没事，走，我们办正事儿。走。奶奶，师太已经到咱们齐府大门口了，快快有请。是。柯世昭看起来成竹在胸，有恃无恐。是啊，怎么看起来不太在乎的样子？事出反常必有妖。阿弥陀佛，敢问尼师法号？贫尼法号陆玄，路经贵宝地，得知齐老夫人慈悲为怀，一心向善，又受刘施主结缘牵线，特来拜会。善哉善哉，太好了！愿和师太深参佛法1、2。师太，请。小巧，上茶。是。这是老太君珍藏多年的上等好茶，今日啊，特意拿出来招待贵客的。奶奶，那我跟冰燕也讨一口好茶喝，听听师太评这红尘中的禅意。小施主言语红尘，我们这些出家人呐，何尝不是了断凡尘才遁入空门的？老尼在出家之前，也曾有过一段血海深仇。
什么血海深仇啊？师太，您请讲。当年我出家之前，曾有一子，我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以乞讨为生。虽过得艰辛，却也是母慈子孝。怎料有恶人哄骗我儿，好吃好喝的养着我们母子。那日我儿感风寒，在一家药铺抓药喝下，可怎知那恶人为了夺取那家药铺，竟在我儿喝的药里下毒，害我儿惨死。哎，怎么师太这往事听起来好耳熟啊？奶奶，你可还记得之前带您见过一个叫做寂静堂的少年，向您状告的江州惨案？陆玄师傅，你刚才说害死你全家的那个恶人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师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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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太中毒了。是你沏的茶，你想害师太？三少奶奶冤枉啊！这茶是老太君的，方才也是在这儿沏的茶，大家喝了都没事，怎么只有他中毒了？谁知道你用了什么招数？罢了罢了，若是不信的话，我喝了便是。瞧瞧，我也没中毒啊。天雷啊，这茶有没有毒，谁也说不准。或许是在别处中的，只是来到齐府，突然发作了而已。不对呀，外祖母，或许是我们生意上的死对头做的，想嫁祸给我们齐家，然后趁机抢夺我们的生意啊！有这种可能，生意场上尔虞我诈。哎呀，不提这个了，师太要紧，快请郎中，赶紧送师太回界上心院，快！老太君，我也去吧。去。如何？幸好有师傅留给我的保命丹药，已经暂时压制住了师太体内的毒性，保住了性命。不过，师太的嗓子怕是已经被毒哑了。就差一天，这下可怎么办？师太说不出话，也不会写字，那满肚子的冤屈，不就无法申诉了吗？敬堂兄弟，你们来齐府的路上是否遇到过什么蹊跷之事？没有啊，我们是坐马车来的，一路上都平安无事。你再仔细想想看呢。哦，对了，倒是有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当时师太正要上马车，突然有一个小乞丐跑了出来，一直抓着师太的手不放。师太，可怜我吧，给我2个铜板吧。我看他可怜，就给了他2块铜板。后来师太上了马车之后，一时觉得手臂奇痒，一直抓挠，手都抓红了。
这毒竟然是小乞丐下的。难怪柯世昭有恃无恐，正当端坐。原来早就在师太来的路上下了毒，还可以在奶奶面前撇清嫌疑。是我们大意了，实在是太恶毒了，杀死了师太的儿子，现在又想毒害师太。为今之计，就只能等着师傅回来，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解掉师太的毒。但若是柯世昭知道师太中毒未死，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得想个办法骗过他才行。先生，就不能再试试吗？姑娘，师太都已经断气了，这即便是华佗在世，他也不能起死回生啊！我看还是抓紧准备后事吧。先生，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师太，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呀？哎呀，死了！来人啊！来人呐！来人呐！小姐，来人呐！来人！来了来了！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了？师太七窍流血，死了。三少奶奶，三少爷，这还是找人赶紧抬下去吧，留在咱们府里多晦气啊！小巧，要不此事就交给你来做。不，三少爷，这种事我也没干过呀，你还是找别人吧。老太君那边还要我伺候，我先退下了。太可怕了，太吓人了。小乔，如何了？确定断气了，这下你别放心了。你确定吗？我这双手亲自弹的，那老尼姑七窍流血，可吓人了，确实断气了。小乔，没事，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老太君，喝点茶吧。师太的后事如何了？回老太君，三少爷买了顶好的棺木，已经将师太送出去了，说是要在城外的庙里停棺3日，请高僧来做3天法事，之后就入土安葬了。老太君，您便放心吧。唉，话虽这么说，可师太毕竟是在我齐府身亡的，叫我怎么能够放宽心？小乔啊，你去忙吧。今天我要为师太念经祈福。是。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当真是十分难缠呀。前几日，关师傅传来消息，他将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江州的所有事情，全部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我。我们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的确是有些本事啊，差点将江州最大的赌场收入囊中了。可从没听说过咱们三少爷会赌啊！我看8成啊是那三少奶奶的鬼主意。哎呀，我早就提醒过你了，这三少奶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看似心直口快，其实呀
一肚子弯弯绕绕，和那三少爷在那寄畅心院住着，整天也不知道在谋划什么呢。没想到啊，一个冲喜，竟然给齐天磊冲出一个帮手来。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剔除掉这个帮手。你想怎么做啊？你觉得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他们两个关系如何？那还用说吗？小夫妻俩蜜里调油似的，感情好得不得了。蜜里调油，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够好到几时。这天下的夫妻，有几个能够一直你侬我侬的？你的意思是要离间他们？没错。可人家新婚燕尔，感情好着呢。我知道一人，若是此人来到齐府，定可成事。我们只需要推波助澜，在暗中秘密替他谋划，而我们便可坐收这渔翁之利了。是谁呀？柯少爷，按您的吩咐，于府小姐请来了，快请。秀波妹妹，好久不见。柯公子，秀波妹妹客气了。还记得老太君把我带到齐府之时，你日日跟着天磊，随着天磊一起唤我表哥。怎么，这些年过去了，倒生分了不少。不如还是按照儿时的叫法，唤我一声柯表哥吧。柯表哥。这一晃啊，这么多年过去了，秀波妹妹已经出落的是个绝色美人了。我这次来苏州谈生意，路过于府，就想着秀波妹妹已经满了3年校期，应当是可以会客了，就特意来问了问。果然见到了秀波妹妹。时间过得可真快，一晃祖母已经过世3年，如今这世上就只剩下秀波无依无靠一个人了。妹妹，来，快请坐。坐。妹妹不必伤怀，你这么伤怀，让我这个故人看着都开始心疼了。秀波妹妹，虽然你的嫡亲祖母已经过世，可外祖母还在啊。我们老太君与你的祖母是世交，他们关系也甚是亲密。还记得那时候你经常去我们齐府玩，这3年你守孝在家，老太君也吩咐过，把你经常居住的院落全部都要打扫干净，以备你守孝结束之后可以来林州小住。只要妹妹愿意，住多久都可以。天磊哥哥已经娶了少奶奶了，那园子如今已经有了女主人了，又怎能容我一个孤女久住？妹妹这般贤淑有德，实在是令人钦佩呀，应当与绝世公子相配。可惜我们天磊已然有妻子，若是不然，你们2人该是多么美好的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可惜天磊哥哥寻找冲喜之人时，我正在为祖母守孝，无法为她冲喜，就此错过了。妹妹，这世间好男儿千千万，只要妹妹仔细寻找，必定会找到如意郎君的。柯少爷，我是秀波的奶娘，容我多一句嘴，这世上好儿郎千千万，可是在秀波心中，远不及齐三公子一人。奶娘，秀波妹妹，你竟然对天磊还有这般心思啊？
柯表哥，不知那位三少奶奶是何人？这杜冰燕虽是扬州富商之女，但是论家世背景、身材相貌，都不及秀波妹妹你。我们天雷娶了这么一位女子，委实可惜了。这名女子脾气秉性，着实执拗，可惜了我们天雷身子孱弱，还要去迁就她。怎么，她待天磊哥哥不好吗？她当然不及你们两个青梅竹马情谊深厚啊。她从来不晓得天磊的脾气秉性，所以在照顾上面就总是多有疏漏。可怜我的天磊哥哥，若是秀波能像小时候那样，随时前往祈福，我愿永远守护着他。妹妹，你当真有如此心思？是秀波一时失言了，柯表哥不要介意。这也是女儿家的心思，无处诉说。罢了罢了，既然是秀波妹妹的心思，表哥听着也是心疼。不如，表哥就助你一臂之力，帮你把天磊哥哥抢回来。柯表哥，你不要乱说，秀波不懂你的意思。妹妹七窍玲珑心，自然懂我的意思。既然妹妹有此等心思，那表哥就让你们这对青梅竹马再续前缘。秀波不图别的，只求能像小时候那样，日日都能见到天磊哥哥，守在他身边，秀波就心满意足了。好，柯表哥一定会让老太君把你带到灵州的。这投壶啊，讲究一个耳聪目明、胆大心细。奶奶，看来你这簪金丝桃花团扇是保不住喽。那未必。行了行了，你这都还没有赢呢，就开始说大话了，赶紧投吧。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同分。三少爷7筹，老太君5筹，相剩1寸。别得意，这一局我替奶奶赢。好，冰燕替我投。娘子请。双筹，双中，算4筹，相近，老太君胜。看见没有？这叫力挽狂澜。这小小娘子竟能双中，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这赢不过也输不起啊！哎，我跟你说啊，我跟冰燕结盟那是结对了。她呀是我的小福星，身上还有几分英气，我喜欢。快把那团扇筹给三少奶奶。多谢奶奶。你应得的，小子没你的份儿了。好像是挺漂亮的。哎呦，好像是比某人的扇子好看哎。
不高兴吗？输不起，输不起！怎么还不高兴了呢？输了就输了嘛。少爷，这等的谁呀？这么大的款，竟让您亲自屈尊来迎啊！这个人是我请的神兵，来助本少爷我一臂之力的。神兵还一臂之力？把嘴闭上，少说点。是。外祖母，苏州余家嫡孙女儿秀波小姐到了。我呀，见她拿了好些礼物，于是便先安排她去住处把行李放下，一会儿再过来跟您老问安。好，好，小巧啊，你去把世昭送给我的庐山云雾茶拿来，这个丫头最喜欢喝茶了。老太君，您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喝呢。小巧进府晚，常听老太君提起这位小姐，看来老太君是打心里疼她呢。快去吧。来者是谁啊？表弟妹啊，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位小姐乃是苏州有名商贾于氏姑女，那可是名门闺秀。我记得小时候世昭刚到齐府，这位小姐便已是座上宾了。说起来，秀波妹妹与天磊自幼相识，应该也算是青梅竹马吧？可不是嘛，他祖母与我是闺阁密友，未出阁前，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两家是世交，我家请了教书先生，他便入住到我府上。我们同吃同住，同跟着先生学书画。闲暇的时候，我们共同摆弄女工刺绣。我们呐，不是姐妹，胜似姐妹。后来啊，他也经常带着秀波到我们齐府上来住一住。所以说，他和天磊是一起长大的。外祖母，您别着急，秀波妹妹马上就到。老太君，秀波小姐前来请安。好，叫她进来。请。老太君，秀波给您请安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来了就好。打小你父母死得早，你是跟着你祖母长大的，现在她也走了，我知道你很伤心。祖母过世，留下秀波一个人，孤零零的，无依无靠。秀波为祖母带孝3年，常常梦到祖母，整夜以泪洗面。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不过没关系，你祖母走了，不是还有我吗？是不是？我们这齐府啊，也算是你的半个家了，以后会有人疼你，有人宠你的。多谢老太君。奶奶，这秀波妹妹来咱们齐府本就是喜事一桩，你就不要再难过了。你看，我也是老糊涂了，弄得孩子也跟着伤心。秀波妹妹，一路来辛苦了。见到天磊哥哥，秀波就不觉得辛苦了。秀波常常挂念着天磊哥哥，想着3年孝期满了，
就赶紧来看望哥哥和老太君呢。对了，我还给天磊哥哥带来了旧物。记得小时候，祖母与老太君相会，带着我和天磊哥哥去寺庙祈福。大和尚曾言，天磊哥哥麒麟之才，祖母便找金匠精心打造此物，没成想却误了工期。后来祖母过世，秀波留在苏州，3年孝期，秀波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就想着今日能亲手送给天磊哥哥呢。祖母疼爱秀波，给我也做了一只。小姐，那2个分明就是一对儿。天磊哥哥，你可喜欢？我说天磊啊，你瞧瞧，人家秀波妹妹可是一片赤诚之心呢，你就快收了吧。哎呀，喜欢喜欢，多谢妹妹。多谢妹妹美意。介绍一下，这位是你的嫂嫂。这个物件呢，本也就是护身符，到时候我与你的嫂嫂生一个大胖娃娃出来，就全当做妹妹的贺礼。我去替小侄子先收下了。能送给天磊哥哥和嫂嫂作为未来侄儿的贺礼，秀波心里更加欢喜呢。你嫂嫂长你几岁呢？嫂嫂好，只听闻天磊哥哥娶了娘子，今日见了，当真是国色美人。看着嫂嫂这样娇俏，秀波心里喜欢得很呢。多谢妹妹夸赞，妹妹也漂亮。好了好了，别站着说了，坐下，都坐下。来来来，哎呀，真是好几年没见到你了，快坐快坐。哎呀，外祖母呀，您可能不知道，秀波妹妹那可是非常厉害呀。在守孝3年期间，她独自一人撑起了家里所有生意，还在苏州开了一间远近闻名的绣坊。我在江州做生意，听苏州的老板提起秀波妹妹，我呀这才有所耳闻。秀波为了维持生计，不得已才学着打理祖业，做生意的事也只懂些皮毛，还要跟老太君多请教呢。商场如战场，你这个小丫头呀，竟有这种本事。唉，只是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的，太辛苦了。日后啊，你要是寻到一个如意的郎君，就能过上安生的日子了。秀波，你现在可有许配婚约？秀波还未定亲。秀波只愿找个情投意合的好郎君，疼爱秀波，护着秀波。只可惜自己命苦，一直没有寻到良配。不急不急，我们的秀波呀，如此的蕙质兰心，日后我一定帮你寻个好人家。多谢老太君。对了，我还给咱们齐府上下备了礼物，老太君那一份也是我千挑万选，好不容易才寻来的，还望老太君不要嫌弃秀波的一番心意。哦，老太君，咱们去那间吧，秀波这份礼物需要有茶桌方可摆放。好，那咱们就去那间吧。湘云，备糕点。这套官窑瓷器出自官窑大师的手笔，是他的封山之作，
需要特定的时节火候才能烧制。这世间一共就3套，秀波好不容易才买到的。祖母在世时曾教授秀波点茶的功夫，她常言，要说这点茶茶道，还是老太君炉火纯青。如今我将这套茶具送给老太君，并为您点茶奉茶。秀波献丑了，老太君不要笑话秀波，还望您指点一二呢。点茶。温斩，挑高，手法行云流水。外祖母，您看看，秀波妹妹还真是有些您的风范。请老太君品鉴茶香。柯表哥，这茶道精湛，茶香沁人心脾。这沏茶的水，可是露水？正是，老太君睿智。曾听祖母说起，当年常与老太君一同泛舟荷塘，采集荷叶上的清香露水，在一起沏茶雅极。秀波也效仿此法，特意采了露水为您沏茶，聊表对祖母的哀思，也是您与我祖母的情谊见证。你这孩子呀，让我想起了你的祖母。好孩子，天磊哥哥、嫂嫂，请用茶。记得小时候，哥哥的嘴最刁了，不是我调的茶都不肯喝呢。天磊哥哥尝尝，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吗？好，尝尝。妹妹这茶调的真是好喝。多谢嫂嫂夸奖，若是喜欢，日后我每天都给嫂嫂奉茶。秀波啊，你呀，就在我这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多谢老太君，秀波就算是回家了。秀波想恳请老太君许我住在小时候的园子里，我对那里的花花草草都有感情了呢。这有什么难的？那间屋子呀，还给你留着呢。只是现在天磊成亲了，他和你嫂嫂就住在那园子里。老太君，秀波小姐和三少爷从小也是一同长大的，算起来也是三少爷的半个妹妹了。这住回园子里，又不是住进三少爷的院子里，这有什么呀？秀波一见到嫂嫂就觉得投缘，想和嫂嫂多亲近些。若是嫂嫂不高兴，那秀波就不入园子了，随便找间客房就是了。
啊，没关系，秀波妹妹高兴的话，住便是了。多谢嫂嫂。奶妈，给齐府各房的礼物都送过去了。按照小姐的吩咐，各房太太、小姐的礼物都送过去了。既然来了这齐府，想要促成我和天磊哥哥的姻缘，就要未雨绸缪，不仅要哄好老太君，还要让齐府上下都念着咱们的好。小姐说的是。秀波妹妹，柯表哥，秀波妹妹。妹妹，你今日的表现可是极好的，哄得老太君欣喜不已。我们计划的第一步，就算是成了。我看那三少奶奶同天磊哥哥亲近得很，我与天磊哥哥的事，当真能成。妹妹，事在人为，你只需要哄得老太君开心，把你留在齐府。至于天磊那边嘛，妹妹还需要将这百炼钢化为绕齿柔。好好撩动他的心，才能够成就美事。若此事能办成，秀波自不会亏待柯表哥。妹妹有心了。妹妹，如果你有事，表哥就不打扰了。秀波告辞。你个没良心的，魂儿被秀波小姐勾去了，枉我平日里如此待你。你这又是吃的哪门子的醋？这真正该吃醋的，应当另有其人。小巧啊，我告诉你，杜冰燕和齐天磊无论多么亲密，新婚燕尔如胶似漆，那也比不过他跟秀波妹妹这青梅竹马的情谊深厚啊。就你最聪明，老太君。我看呐，这三少奶奶与秀波小姐倒是投缘，一天有说有笑的。这秀波小姐性子真好。我和秀波的祖母情同姐妹，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就像亲孙女一样。这秀波小姐也是可怜，一个人孤零零的。我几次路过园子，都见她泪连连的在思念祖母呢。幸好啊，有老太君替她撑腰。我听秀波小姐和奶娘说，要像亲祖母一般待老太君您呢。秀波呀，的确是个孝顺的孩子。我看啊，老太君就把秀波小姐留在府上，跟您也是个陪伴呢。我也有这个意思。老太君，秀波给您炖了补品，你看看，看看，说谁谁就来了。过来，喝茶去。老太君，您快尝尝。这是秀波特意为您选的补品，上好的燕窝，最适合温补了。里头呀还加了点葵花蜜。哦，是吗？那行，我尝尝。哎，坐呀，坐呀，啊，坐。不错，不错。我们秀波呀，人善手也巧。秀波孤苦伶仃，能伺候老太君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你这是什么话？你好好一个姑娘，怎么可能围着我这个老太婆一辈子呢？你是要嫁人生子的。秀波命苦，
祖母过世后无人依靠，幸好有老太君您垂爱，秀波羡慕冰燕嫂嫂能得天磊哥哥爱慕，携手一生。你放心吧，我看着你长大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给你做主，绝不会亏待你。谢谢老太君。如果有一天秀波有了自己想要嫁的人，老太君可愿意为秀波做主？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就像自己的亲孙女一样。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给你做主，绝不亏待你。谢老太君，秀波只想一直伴随在您左右呢。好，真是乖呀，乖。谢谢祖母啊！您方才不是说把秀波当您的亲孙女吗？那秀波便唤您一声祖母。祖母，哎，下个月就是祖母的大寿了，秀波想同天磊哥哥一起为祖母做一幅百寿图，祖母可应允？当然应允了，我们的秀波呀，就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当心点，这些可都是上等的物件，弄坏了小心你们的皮。奶娘，快去盯着。是。慢点啊，小心点，大家辛苦了。秀波小姐，这些都是老太君赏赐你的。老太君说了，秀波小姐有什么需要置办的，都按照齐家小姐的规矩来。老太君是真的心疼你啊。小小姐姐，替我谢谢老太君。秀波妹妹，柯表哥，恭喜秀波妹妹了。秀波妹妹有福了，这边院就是特意留给妹妹的，可见老太君对妹妹的宠爱呀。这还要仰仗柯表哥帮扶。秀波妹妹，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能否捞得这轮明月，就要看妹妹的了。我已向老太君请了愿，这几日便请天磊哥哥来，一道做百寿图。妹妹性子纯良，想要获得男人的心，就要让他的眼里和脑中都是你，不能有半点旁人的影子。秀波妹妹，攻心为上，善妒则乱。这句话，你务必要记住。这个东西是挺有意思的，我都解了半个时辰了，还没解开。小姐，你还有心思在这儿玩9连环？那秀波小姐已经搬进咱们院子里了。她搬进来就搬进来呗，这园子这么大，多她一个也能热闹些。哎呀，你可长点心吧，小姐。天塌了地陷了，哎呀，没事的。玩也不给玩，吃也不给吃，有什么话说吧。老太君是按照府上小姐的规制给那个秀波小姐安排的，又是丫鬟又是小厮的，配了一院子，比咱们这儿人还多呢。我以为什么事儿呢？他喜欢人多就安排他的，我只要你一个就够了。可是我看到秀波小姐对咱们三少爷是有倾慕之情的呀。不行，你不可以掉以轻心。况且他们二人又是自幼相识的，这就是青梅竹马呀。哎呀，他们都说了，那只是儿时的朋友，谁小时候还没几个要好的朋友啊？可是我也经常跟我那些师兄弟一起玩啊。小姐，那秀波小姐如今出落的是亭亭玉立，哪里还是儿时玩伴呢？况且她那日要送给三少爷的金麒麟，分明就是一对儿嘛。天磊人呢？
秀波小姐方才遣人来请了，说是邀请三少爷去他那作画。作画？记得小时候，秀波的字都是天磊哥哥手把手教的，算起来，天磊哥哥还是我的恩师呢。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可是天磊哥哥的事，一桩桩一件件，秀波可都记在心里呢。记得小时候，我就钦佩天磊哥哥的书法，行云流水，气势恢宏。时隔3年，哥哥的书法造诣定然又精进了，请天磊哥哥送秀波几个字。也好。我来吧。天磊哥哥的字真漂亮，男儿胸中有浩然正气，才能凝于笔头，浑然天成。妹妹谬赞了，秀波妹妹练的是什么字体？流体。那妹妹就在哥哥面前献丑了，望天磊哥哥能给我这个笨学生好好评一评。好。原来这就是秀波妹妹儿时住的地方。走吧，小喜，去看看他们画的什么画。外面风清气朗的，把门敞开透透气，小姐和齐三少爷才能书写得更好呢。你下去吧，莫让旁人打扰我和天磊哥哥写字。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天磊哥哥，这作诗的人一定是个痴情种。你瞧这诗句，字字含情，说的不就是我和天磊哥哥？小姐，你瞧他们，吟诗作对的，三少爷怎么能这样？还说最喜欢你舞刀弄棍，不在乎你的学识文采，现在又在这儿跟秀波小姐写写画画的。慌什么？我可是他齐天磊把抬大轿抬进来的。娘子，秀波见过嫂嫂。妹妹好。
这是在写什么呀？天雷，这个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什么意思啊？此诗是写小男孩以竹竿作为玩具马逗趣小女孩的。嫂嫂别多心，秀波只是想到自小同天磊哥哥一起长大，有感而发。没什么，我知道你俩从小一起长大，就是青梅竹马，感情好得很。娘子，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与秀波妹妹虽是一起长大，不过一直都是将她当亲妹妹看待的。天磊哥哥说的是，我二人清清白白。我也没说什么呀。天磊，我知道你们大宅子里的公子哥都是三妻四妾的，既然你这么喜欢秀波妹妹，把她娶进来呀。这个不敢，娘子，我答应过你，此生只娶娘子一人的。小喜，秀波妹妹，这是我小厨房里做的点心，好吃的很，外头可吃不着。现在点心已经送到了，我就走了，不打扰你们。哎，娘子，秀波妹妹，我看此书的寿字拓片并不足以书写百寿图，我再去书院寻一些来，到时候我那半阙写好之后再给你送过来。就先告辞了，不打扰了。天磊哥哥。小姐，原以为这杜冰燕在院子里看到我和天磊哥哥成双成对，会嫉妒伤心，没成想他竟然直接进来了，还逼着天磊哥哥说出再也不娶的话。这个三少奶奶呀，着实厉害。不急，天磊哥哥尚未动心，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若如今就闹僵了，倒是麻烦。水滴石穿，来日方长。娘子怎会如此生气？方才不是大度的很吗？谁说我大度了？我李玉湖心眼小得很。齐天雷，我告诉你，你若是喜欢那个动不动就哭鼻子的美人儿，你提前跟我知会一声，我保证二话不说立马回扬州。对，带上小喜，咱们回扬州。去，不就是青梅竹马吗？谁还没有一样？跟我在同一武馆长大的师兄弟们，那也都是我的青梅竹马喽。他们与我脾气、喜好都一样，而且只爱练武，不爱读你那些破书。这么说起来，可能还更合适呢。小喜，赶明儿咱们就回扬州去，找一个青梅竹马的师兄给嫁了。小姐说的对，小喜啊，支持你。咱们便也找个两小无猜的，开开心心的嫁了。我这儿都还好好的呢，怎么就能琢磨改嫁呢？不行。你呀，就找你青梅竹马的秀波妹妹去，管我改嫁干嘛？那别的先不说，你哪来的什么青梅竹马的师兄弟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我青梅竹马的师兄弟可多了去了，都让你知道啊？那他们姓甚名谁，身在何处？你跟他们还有联系？要你管？就是，你齐三公子只有一个秀波小姐，我们家小姐那可是有一整个武馆的师兄师弟呢，还不快好好哄哄我们家小姐？当心啊，她真的收拾东西回扬州改嫁去了。哎呀，是。哎呀，我家娘子啊，那是美若天仙。
我齐天磊就是三生有幸，才能从整个扬州城人的手中把我娘子娶回家中。娘子啊，你就别生气了啊！你少跟我贫嘴，我不吃你这套。那娘子如何才能不气？不管是这天上星星，海中珍珠，只要是娘子要的，我都给你取来，跟娘子赔罪。那我刚刚路过园子的时候，看见一棵青梅树，上面有几颗青梅，我想喝青梅酒。行，我这就去把所有的梅子都摘下来，只给娘子一个人用。娘子，那边。这个？算了，那个吧，那个。哎，这个好打一点，这个。这个。就它了。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接住了啊！再来。这个。好了，接到了。好，来，小喜，哎，这么些可不够酿酒啊。这早就过了青梅成熟的季节了，目前也就只剩这些。况且这棵树还是我亲手栽种的，它一年的产量也不太多。若是娘子喜欢，我便都留给你，拿去酿酒。这也太酸了吧！小馋猫，谁让你馋嘴的？小喜，你把这些青梅都拿去清洗干净，晾干。记住了，这些都是给三少奶奶的，谁都不许碰。我要亲自为娘子酿酒。多谢相公。放心吧，三少爷，小喜啊，亲自看着，一颗也少不了。走。好吃吧？确实够酸。那棵树是天磊哥哥小时候亲手栽的，那时候每一年都是我陪着他培土上肥，待到青梅成熟了，我向他讨，他是都给我的。凭什么这杜冰燕霸占了我的天磊哥哥？他明明是我的，是我的。哎，我跟你讲，后院那口井的井水可太凉了，我不过就是替燕生小姐洗了件衣服，你看我的手现在全都冻红了。快回去擦点药，那井水一年四季都冷得很。快走，走吧，听你的。倘若我病了，天磊哥哥定会疼惜我。小姐，小姐，你不能这么做呀！你打小身子就弱，如何受得住这冰凉的井水啊？奶娘，你来的正好，快来帮我！我就是要生病，
这样天磊哥哥才能联系我，来看我。你这是何苦呢，小姐？奶娘，快点儿！再来。像是秀波小姐，可是这大晚上的，哎呀，许是我看花眼了吧？不好了！快来人呀！快来人呀！不好了，不好了！哎呀，怎么回事啊？这小姐发高烧了，快发烧了！快去请郎中！快！啊，对，我快去！好去多名老太君。哎，这可怎么办？小姐发高烧了。什么？秀波病了？那郎中怎么说？开了药吗？您放心，这大夫也请了，药方也开了。只是什么呀？快说，你快说啊！只是秀波突发高烧，什么都吃不下去。大夫说了，无论如何都要让他吃点东西才是。若是一味空腹喝药，恐伤了脾胃，到时候怕是高烧没退，又添新病了。那就弄点清粥，或者是馄饨也行。都试过了，什么都吃不下。走，我们瞧瞧去。老太君，小姐发烧，您就别过去了。若是再沾染了病气，小姐又要责怪老奴多嘴了。况且啊，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那边照顾着呢。三少爷、三少奶奶都过去了？是啊。那我就放心了。小巧，你过去看看，告诉天磊要好好的看护，就说是我的意思。老太君您放心，我这就去。快去吧。老太君，别担心。天磊哥哥醒了，快听听秀波小姐说什么。天磊哥哥，天磊哥哥，三少爷，我们小姐这是唤您呢，这都迷迷糊糊唤了一晚上了。秀波妹妹，不要抛下秀波。天磊哥哥，你们怎的都在？秀波方才做梦，梦回到小时候，天磊哥哥带着秀波玩耍的日子。小姐，你一直高烧不退，可把我们吓坏了。如今可好，总算是醒过来了。秀波让哥哥嫂嫂担心了，这又不是你的问题，肯定是照顾你的下人没有照顾好，所以你才生病了。不是的，嫂嫂，他们都照顾得很是尽心，是我自小身子就弱，怕是突然来了灵州，
一时水土不服，多休息2日就好了。我记得，小姐小时候初到林州，也得过一次这样的病。我不碍事的，劳烦天磊哥哥和嫂嫂担心了。还说没事呢，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可是一口东西都没吃。奶娘，不可多嘴。来了，厨房做了素馄饨。小姐，我喂你吃一口。小姐，三少爷，这还没吃呢就犯恶心，这可怎么办呀？我没事的，就是没有胃口罢了。修波妹妹想吃什么，我吩咐厨房给你做。我想吃天磊哥哥小时候给我做的青梅府。小时候每次有个头疼脑热，天磊哥哥就会给我做的那个。三少爷，方才老太君还吩咐要你好好照顾秀波小姐呢。我记得咱们后面不是有棵青梅树吗？你快命人去摘了，给秀波小姐制作青梅府吧。现在早已过了青梅采摘的时节，况且那棵树上也已经没有青梅了。没了？我前几日路过，见还有几棵的。已经被我采完了。我摘的，我想喝青梅酒，所以把它们都摘了。不过，天磊，眼下妹妹病得这么重，你把它们都拿出来做成青梅府，给妹妹开开胃吧。这一直不吃东西也不行啊。对不住嫂嫂，害你喝不成青梅酒了。没什么的。都怪秀波，害天磊哥哥劳累这么久。不碍事，毕竟工序繁琐了些，所以晚了点。是天磊哥哥的手艺，光是闻着味道，秀波都要流口水了呢。还是三少爷有办法，让秀波小姐愿意吃东西了。快吃点开开胃。还是天磊哥哥联系秀波。我有事儿就先走了。小姐，你吃点东西吧。这一整日都在秀波小姐那里照料，你都没怎么吃东西。不想吃。哎呀，都怪三少爷，明明说好那青梅就是给小姐你酿酒用的，还说什么别人都不许动。结果呢，那秀波小姐一生病，便什么都忘了。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秀波那副可怜样，谁看了不心疼？小喜，我觉得很奇怪，但又说不出哪里奇怪。哪里奇怪呢？娘子果然敏锐，此事的确大大的奇怪。你过来这儿干嘛呀？不留在你秀波妹妹身边，人家生病了，变成这样还叫你的名字呢。那人家不是烧糊涂了吗？齐天磊，你说得倒轻松，是你先拉人家手，拉的还不够吗？那拉手，哎呀，是不该。娘子，你别碰我。娘子，
就因为我被别人碰了一下手，就要把我这只手给砍掉？摸了秀波妹妹的手，就不能再碰我了。小喜，快劝劝你们家小姐。我家小姐说的对啊，这被别的女人摸过的手啊，就是该砍掉，就是该砍掉。你们主仆二人竟是如此妒妇！哼，对，我就是妒妇。你不喜欢，找你秀波妹妹去啊。你笑什么？我笑我娘子为我吃醋，我自然是开心的。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才没有吃醋。好，娘子不是吃醋，娘子是生气，生气自己的夫君被别人惦记。对，我只是生气，我的东西被人惦记。那娘子就不必生气了。这人是娘子的，青梅酒也是娘子的，再惦记，别人也抢不走。果然是青梅酒，你哪来的青梅？为了保住娘子的这几颗青梅，我可是差人跑了大半个林州呢。我这番煞费苦心，可娘子竟然要砍掉我的手，我还真是伤心呢。好吧，我误会你了。我答应过娘子，这几颗青梅谁都不许碰，我又怎能食言呢？算你识趣。对了，你刚才说有些奇怪，是发现了什么吗？秀波这场病确实有些古怪。我也觉得，这好端端的，怎么就突然生病了呢？他在梦里叫我的名字，拉我的手，都略显刻意。你是说他这是演的？高烧倒是真的，不过这情貌真有几分像演的。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哎，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我去后院收青梅的时候，看见水井边上有2个人在争执，还有水声呢。那身形像是秀波小姐，我瞧着她正打了那井水上来泼洒着呢。那这个意思是，她为了生病自己泼自己冷水，8九不离10了。这也太……不过秀波本性纯良，怎会连自己的身子都不顾，也要离间你我2人呢？或许是对你用情至深呢。娘子，你就别再打趣我了。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算女子真动了情，按照秀波的本性，也不该至此的。有人怂恿她。秀波妹妹有福了，这边院就是特意留给妹妹的，可见老太君对妹妹的宠爱啊。哎，我想起来了，那日秀波小姐搬进院子的时候，柯少爷也来贺喜。他们2人把下人支开，窃窃私语了好一阵呢。果不其然，又是柯世昭。柯世昭，又是柯世昭，棒打鸳鸯到本姑娘头上，还利用秀波妹妹对你的感情，我饶不了他。娘子不用着急，此事涉及秀波，咱们还需从长计议。我看秀波妹妹也是痴情的人，要是柯世昭再利用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咱们就帮秀波擦亮眼睛，看清柯世昭的丑恶面目。你有什么计策？他们不是要棒打鸳鸯吗？那咱们这对鸳鸯，就闹个鸡飞狗跳给他们瞧瞧。哼，懂了，将计就计，让柯世昭以为自己的奸计得逞，这样就会放松警惕，自己露出狐狸尾巴。
你这悍妇，极度成性！我堂堂齐家三公子，3妻4妾，同房4舞，又有何不可？哼，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千里迢迢的嫁来齐府，你就这么对我，让我跟那些阿猫阿狗争风吃醋。早知道我就不来了，让你这个病秧子病死！你再看看你浑身上下，哪样与我般配？我要找一个天仙般的女子，秀发如水，顾盼生姿。你想得美！哪个好女子看得上你？一看就是病秧子，身体不行。你彪悍如何东施？你性格古怪，你面目可憎，你臭不要脸！姑奶奶受不了了，我走了。求之不得，我也落个逍遥自在。哼，你就该感谢你姑奶奶，我救了你命。哎，你干嘛？你再如此，我便不客气。哼，你敢对我怎么样？你这个人竟然对我动手，有何不敢？鸟语花开春空尽，为一缕香追忆。一色流烟30里，竟无人怜惜。清尽出身风雨息，雁归落汤溪。一叹不知你归期，而叹忆往昔。小姐，三少爷，那个看戏的已经走了。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小姐，那我进来了。至此都不舍一世。今天他们吵得可厉害了，还砸东西，吵得特别凶。太好了，既然如此，肯定是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那我们就从中作梗，将他们一分为二，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那下一步呢？下一步，我们就按照计划。恭喜秀波妹妹了。何喜之有？秀波妹妹巧用心思，那一边已经是暗无天日了。你的天磊哥哥和那个三少奶奶，日日紧闭房门，吵得不可开交，两个人。那叫一个惨呀！我是不是做得太过了？妹妹，你此时此刻万万不可妇人之仁，大事将成，不可以退缩。况且，你与天雷乃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情谊，反倒是那杜冰燕，她才是最为过分，鸠占鹊巢，抢了你的心爱之人。妹妹，事已至此，不如我们就在此刻乘胜追击。可表哥，这是什么意思啊？那杜冰燕性子泼辣，若是让她一哭二闹，闹到老太君面前去，那妹妹的事恐怕会有变。不如就趁他们夫妻二人离心之时，妹妹单刀直入，得了天磊的心。要怎么做？将生米
冤家，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见那秀波小姐美若天仙，才一心一意地帮她出谋划策，帮她当上齐家的主母，竟还操心顾着她的名节？哎呀，你说说你呀，这小丫头片子哪儿比得上你风情万种啊？嗯，别来唬我。谁骗你了？你想想看啊，若是此等男盗女娼之事，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老太君撞见，会如何呀？原来你早有谋划。那是。再过几日，就是齐府各大商行的大掌柜的来向外祖母汇报明年的商行计划的日子。到时候，我会带着众人欣赏这出好戏，让老太君当着众掌柜的面儿撞见齐天磊和秀波的奸情。那时候，齐天磊和杜冰燕必定恩断义绝，而秀波也会身败名裂。还想做大娘子，能收回来做个偏房就已经算是恩惠了。如此一来，没了三少奶奶，谁也别想挡我们的路了。好计谋，一箭双雕啊！错，我这是一箭三雕。经此一遭，齐天磊必定让老太君失望至极，而齐天磊在齐府也必定没有了立足之地。这偌大的齐府啊，不就是我们的天下了？那你别忘了，我也是有功劳的。这齐家的好处啊，一定要分我一杯羹。那是自然。齐三公子，我们家小姐说了，替老太君制作百寿图所用的染料要色泽艳丽才好。小姐邀约三少爷前往后花园，一同采摘水芙蓉花，以此精研成料，留作备用。小姐在水榭等您。好，我换了常服，便去赴约。成了。各位大掌柜，辛苦了。明年各大商行的业务目录我都看过了，还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勤勉做事，争取让明年各大商行蒸蒸日上。到时候我齐府绝不会亏待每一个人。谢谢老太君。世昭，今天晚上的酒宴准备的怎么样了？我要好好的犒劳犒劳各位大总管。外祖母放心，世昭此次特意请了兴盛楼的名厨，来给各位大掌柜的设宴。这兴盛楼的名厨啊，最擅长烹饪西湖醋鱼，只不过此道菜肴甚是繁复，还望各位稍待片刻。做得好。不如这样，外祖母，趁着天晴风暖，您和各位大掌柜的去后花园逛逛园子。我看那满湖的芙蓉已开，风景甚是宜人呐。早就听闻咱们东家的园子是大师所造，园林别致，我们都还未曾见过呢。这有何难的？走，跟着我去看看。
好啊！太君请，太君请，太君请。好，大家都一起来吧。外祖母，慢点。哎，好好。咱们那次来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呢，风流逼人的。你看这桥，果然是曲径通幽，风貌别致呀。小姐，三少爷，不好了，有人来了。这园子一步一景，甚是别致。是招我常常信步其中，心旷神怡。各位，看这水榭，在此赏荷观景，别有一番奇味。是啊，那就带各位大掌柜的过去瞧瞧。好，好。老太君，看这水榭多美啊！哦，哎，这里面瞧着像是有人呢。哎，这不是秀波的奶娘吗？秀波这个时候到这儿来干什么？哎呀，我刚才瞧见三少爷也进了这里边。是三少爷。恭喜老太君！看来这三少爷真是艳福不浅呐。是啊，早就听闻秀波这个姑娘，早些年呀就是这苏州大户的闺秀。看来咱们齐家商行又要添财了啊！添财了！是啊。少胡说！是三少爷。外祖母，秀波妹妹可是余府的大家闺秀，但是她既然为了得到天磊的心，做到如此不顾名节的地步，想必也是用情至深呢。外祖母，不如我们就成全他们二人，如何？怎可这样？柯少爷，这可使不得。我们堂堂三少爷可是齐府的独苗，怎能与这种不顾名节的女人结成连理呀？哎呀，天磊呀，他既然能够来到此处，那必定是两人早有情谊，枉费了老太君对他这么多年的苦心栽培啊！竟然如此放荡，也练起女色来了。哼，这个天磊！奶奶，奶奶，您找我。瓶子里是何人？你怎么会在此处？表哥的意思，我不在此处，应当在何处呢？对呀，不是说是三少爷吗？奶奶，这是我为您写的百寿图，方才装裱好了，给您送过来。好，好。我刚刚明明看见三少爷进了那里面，那里面的是谁啊？奶奶，是谁呀？是我呀。哦，冰燕，你这是？我跟秀波妹妹在一块儿呢。柯世昭说的话可都听清楚了。多谢姐姐救我出无底深渊。天磊哥哥，怎么是你？秀波，我有话与你说。秀波妹妹，你我同为女子，我明白你对天磊的情谊。只是我与你相比，也绝不差半分。我们女子若是寻得一个好夫君，与他幸福快乐地过上一辈子，那也是好事。只是这天大地大，情情爱爱
绝不是女子的唯一追求。你该有自己的广阔天地，这样以后，你一定会寻得属于自己的如意郎君，他会疼惜你，爱护你。这种傻事啊，以后莫要再做了。冰叶姐姐，傻孩子，怎么会是三少奶奶？还穿着三少爷的衣裳。上次投壶，奶奶夸我英气，我就寻了天磊的衣衫来讨奶奶开心。好，奶奶，秀波妹妹给你制作了芙蓉香露，撒在百寿图上，可香了。哦，来，娘子。好，祝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同乐同乐。好孩子，真是两个好孩子呀！好好好。夫人，功夫不错嘛。其他的交给你了。哎，再跑，打断你的狗腿！你到底是谁？插劲了，插劲了！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小的，现在也不知道我是谁了。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就我那几招，我根本就不是女侠的对手。算你识相。敢问，女侠尊姓大名啊？小的就是死也死个明白，不是？哼，姑奶奶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扬州李玉湖。哦。
少爷，哎呦，不得了了！这三少奶奶武艺高强，果然非同寻常啊！就我那几个人根本就不是对手。三公子毫无病态可言，挥剑生风啊！我刚要动手，上来就给我一拳，你看给我打的，我现在看东西还有点模糊呢。生死攸关嘛，自然拼命。不是少爷，我跟他们交过手了，他们个个武艺高强。你所言当真？当真，少爷。现在干掉这2个人恐怕是没那么容易了。就我那几个货根本就不是对手，况且这次吧，就是杀人不成，若是再想动手，恐怕就更难了。废物！且慢，这杜家千金怎么会武功呢？少爷，小的这次的事儿虽然是没办成，但在危难之时，小的给您套出个惊天大秘密。什么？快说！就当时吧，就三少奶奶呱一下，就一脚给我窝那儿了，我岔气儿了。我当时就觉得吧，这条小命肯定是交代在这儿了。然后我就跪地求他呀，我问他，我说你何人？报上名来。他怎么说？哎，他吧，当时没了防备心了，就大言不惭说自己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扬州李玉湖。李玉湖，你可听真切了？小的听得真真的。哼，我当是什么呢？怪不得觉得这三少奶奶古怪，没想到竟然是个冒牌货。哼，谁说不是呢？当真是天助我也呀！我们要借此机会，即使没办法来硬的，也要借刀。那就让官府来帮我们铲除掉这个眼中钉吧。少爷，高啊！你去趟扬州杜府，不管用什么办法去把杜老爷请来，让他当面拆穿这个李玉湖。小的明白，小的就去了。去吧。小景，这2日除了送药，那继承心愿就不要去得太紧了。不是你让人家盯得紧一点吗？这叫内紧外松，也省得让人觉得你总在背后盯着他们呀。说紧是你，说松还是你。你是不是被抓住什么把柄了？哪有什么把柄啊，无非就是欲擒故纵罢了。欲擒故纵？过2日这祈福就会有一场好戏看了。你呀，一肚子坏主意。怎么，今日有心情了？那是自然。奶奶好。天磊，你们2个这个时候到我的房间里来，有什么事吗？奶奶，孙儿和冰燕今日有要事向您禀告。哦，那坐下说吧。是。冰燕啊，你也坐吧。
多谢奶奶。坐吧，坐吧。湘云，你先下去。是。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奶奶，之前带您见过一个少年，叫季敬堂，您可还记得？记得。不过当时我跟你说，不要管他的事。孙儿那个时候还担心，会不会是柯表兄常驻江州，把江州地界的晦气、恶习带到了咱们齐府里来。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瞎猜，不要瞎想。孙儿这也是关心则乱，为了咱们齐府着想嘛。我也希望咱们齐府上上下下平平安安，奶奶您长命百岁。天磊啊，我看你这阵子啊，身子骨也挺强壮的。当然了，这也有冰燕的一份功劳。这最大的功劳，还应该是柯表兄的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柯表兄费了9牛2虎之力，找到了一位名医的祖传秘方，还搞到了18味名贵药材，让方小巧每日按时送到我的房里来。柯表兄为了咱们齐家这独苗，还真是尽心尽力的。也许吧。不过，这名贵药材熬出来的味道却有些奇怪。孙儿每次喝的时候，确实难以下咽。如若不喝，又仿佛愧对柯表兄的一片心意。所以，孙儿也只能将药慢慢的倒掉。倒掉？为什么将药倒掉啊？说是倒掉，其实孙儿还稍微留了一点，给我的一位朋友替我代喝。日复一日，喝到今天，果然出奇效。什么朋友？就是他。这是奶奶，每日1小口这名贵之药，这小鼠便一命呜呼；每日1大罐这名贵之药，若不是您的孙儿悄悄倒掉，岂不是就跟这小鼠一样，一命归西了吗？这小鼠服了此药，浑身瘫软，精神不振，不久便全死掉了。这不跟我大哥当年一样，身子一天比一天虚弱，精神一天比一天萎靡，年纪轻轻便去了一样吗？奶奶，为什么我大哥去世不到1年，二哥便被毒蛇咬死？为什么我原本活泼可爱的燕生妹妹，竟一夜之间成了哑巴？看来，咱们齐家大院并不是来了什么江州晦气，而是有一位人面兽心的奸邪之辈啊！奶奶，还有一位故人要您相见。故人？上次来家中拜会，突然发病去世的瞎眼师太。师太，他不是当晚就死了吗？当时情势所逼，师太被下毒。为了揪出幕后黑手，孙儿用了一招诈死之计，才保住了这位证人。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望奶奶不要怪罪。你们进来吧。齐老太君，你要为我做主啊！我儿他死得冤呐！
师太，起来，告诉我，都告诉我。柯少爷，外祖母，外祖母，老太君，天雷，世昭，拜见外祖母。哎呀，弟妹也在这里啊，那真是太巧了。老太君，扬州来人了。哦，什么人呢？来的是亲家公杜老爷和杜公子，到林州了。我爹爹和哥哥怎么会来？那现在人在哪儿？啊，我已经派了人把他们安顿在客厅了。天磊啊，你这亲家公可真是思念女儿思念的紧呐！这一进门就要找冰燕。冰燕，我也还没见过岳父大人呢，咱们回去换身衣服吧。世昭，我也要换身衣服，你先到客厅去陪客人，不可怠慢。我随后就来。是，外祖母。那世昭先去招待了。你们两个好好的安顿师太，切不可走漏了风声。奶奶放心。走。这个柯世昭真是坏透了，肯定是他想方设法把杜家人从扬州弄过来的。这可怎么办呀？我换什么衣服？李玉虎也变不成杜冰燕啊！你先别着急。什么别着急？火都烧到眉毛了，还不着急？这样，你先把小喜叫过来。小喜？对。对哦，他可是货真价实的杜家人。这个事情，不知道老爷。接着说，说下去。我们齐府的三少奶奶原本是扬州杜之强杜老爷的千金杜冰燕小姐，可是万万没想到啊，一个叫李玉湖的江湖女贼，竟冒充杜小姐，瞒天过海，混进我们齐府。据小人推测，真的杜小姐有可能是被他给杀了。或者被他绑到别的地方。那你为何不早点到官府告发他？为何要拖到今天才来请我们呢？老爷啊，我们也是被蒙在鼓里，与那假的三少奶奶相处数日，才发现丁点破绽。啊？那这么说，有证据了？这证据啊，今日便会出现。定让那顶替之人露出马脚。哦，当真？千真万确。老爷，我们柯少爷吩咐了，您只需要派4名手下带上家伙事儿，您瞧啊。你这是干什么？本官是这样的人吗？大人，您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柯少爷的一点心意，一点心意。那就全当是柯少爷的恩义，捐助衙门的吧。啊，是老爷。
不过下不为例啊。是。哎呀，杜老爷、杜公子，二位一路辛苦了，世昭有失远迎。客气了。啊，阁下就是柯公子吧？是，在下正是世昭。来，杜老爷，请坐。杜公子，请坐。柯公子啊，这些日子啊，我们杜府生意繁忙，那可以说是忙得不可开交啊。要不是你派人送来消息，说小女在灵州患了重病，那我们是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扬州的。哎呀，杜老爷，实在劳烦您大老远多跑一趟来灵州，世昭深表歉意。不过这好消息啊，事请名医已经诊治过了，冰燕现已痊愈，还请杜老爷和杜公子尽管放心。啊，好好好。哎呀，柯公子啊，冰燕此时在哪里啊？我已经差人去请了，马上就到。二位稍坐片刻。欢迎欢迎啊！外祖母。哎呀，欢迎亲家公到访寒舍。哎呀，见过亲家老太君。哦，见过老太君。杜公子真是仪表非凡，温润如玉呀！亲家公，好福气，好福气呀！哎呦，老太君过奖了，过奖了。请坐。好，您请。哎，总算是见到面了。是。依我看，这事儿啊，可以这么办。我是杜家人，我若说什么，杜老爷不会怀疑的。我就去跟杜老爷说小姐您啊，突然听闻父亲到来，欣喜若狂，情难自禁，一时间晕了过去。然后说您需要休息，我去请杜老爷来寄畅心愿探望。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他们一来，我肯定会露馅的。小喜，就按你说的吧。玉虎，你先回去躺着，等杜老爷一来，你就用被子蒙住头，我跟小喜见机行事，替你打掩护。先蒙混过关再说吧。三少爷说的是啊，小姐，那我先走了。快去吧。玉虎，我们也走吧。亲家公，哎，请喝茶。哎，好好好。老爷，哎，小喜，哎呦，小喜啊，你们家老爷和公子来探望冰燕，人呢？公子。老太君啊，正在陪扬州来的客人，等会儿那个假道三少奶奶先过来，几位官爷先别声张。待他在杜家人面前啊露出马脚之后，几位官爷便可行动了。好，咱们以拍手为号，几位官爷便可进去给他上枷锁。放心，放心。小喜，这多日未见，你可伺候好了我的妹妹冰燕呢？小喜，拜见少爷。
免了。小喜啊，这个小姐呢？小姐，啊，哎呀，小姐她，老爷，小姐听说您来了，欣喜若狂，先是大笑，笑着笑着又哭了。小姐自从来到林州，十分记挂您和夫人。小姐她，到底怎么了？小姐她一时情绪激动，晕过去了。啊！快，带我去看看。老爷少爷，小心脚下。来。哎呀，慢点儿，慢点儿。你们又不知道地方，跟我来。哎，在这儿，哎，这儿。冰燕呐，冰燕！老太君，您慢点。开手。冰燕，奶奶，天雷，冰燕她怎么了？她妹妹。妹妹，你们是谁？三少爷的院子岂敢乱闯！滚开！不长眼的狗东西！妹妹，妹妹，是我呀！哎呀，妹妹，哎呀，妹妹，妹妹，是哥哥。哥哥，好妹妹。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难道连爹都忘了？爹爹，哎，你是从哪儿来的呀？我呀，是从那天上掉下来的。哥哥，爹爹，我真的太想你们了，我想回扬州，我想回家。哎呀，别哭了，我和爹爹这不是来看你了吗？哎呀，好孩子，别哭了啊！什么江湖女贼，什么假杜宾也，你看看，人家父女兄妹相见，一家人亲热的很呢。不是大人，误会呀，你这是在戏弄我们官差，你好大的胆！哎呦，大人。小的不敢欺瞒大人啊！得亏先付了银子，兄弟们，走！大人！天磊啊，你还不赶紧拜见你的岳父大人？小婿拜见岳父大人。哎，贤婿，不必拘礼，不必拘礼呀。亲家公，你们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晚上我备上酒席，为你们接风洗尘。哎呀，老太君，您太客气了，多谢。世昭，哎，外祖母，我看冰燕的身体也无大恙，我就放心了。你赶紧去通知厨房准备酒席，晚上我们齐度两家要好好的聚上一聚。是，那世昭先去准备了。哎，去吧。
哦，小喜呀，你带你们家老爷和少爷早点去安顿休息吧。是，老太君。老爷，少爷，请。哎呀，你快别笑了，你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啊！这听得我云里雾里的。你平日里不是说自己火眼金睛吗？这都看不出来。偷偷告诉你吧，我那个哥哥是个女孩子。啊？哎，她呀，就是真的杜冰雁。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太好了，上天保佑！真的杜冰雁从天而降，假的杜冰雁转危为安了。可是这杜冰雁不应该在荆州袁大将军那儿吗？他怎么从扬州过来的？对啊，这是为何？难道是荆州那边出现了什么状况？一会儿得好好问问他。玉壶，今天晚上晚饭的时候，你还是得假戏真做，假扮你的杜冰雁呢。你呀，就放心吧，这个假的杜冰雁，我是会好好扮下去的。哎，来，这太丰富了。天磊娘亲和二娘他们出门上香礼佛去了，只好由老朽一人出面，为的是给远道而来的亲家公接风洗尘呐。老太君，祝您安康喜乐，长命百岁。好，那咱们一起，好，干了这一杯，来。好酒，好酒。坐。亲家公，贵公子文采博长，仪表堂堂啊！你真是好福气呀，儿女双全，都是人中龙凤啊！亲家老太君呐，您过奖了。不瞒您说，我呀，本是老来得子，这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一个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真是神明保佑。来吃，好，大家趁热吃。来，来。老太君，这冰雁妹妹乃是我们家二老的掌上明珠。自从她嫁来了灵州，二老是无一日不再思念着她。这前几日，贵府派来消息说，我这妹妹忽然病重，急得家母当场就晕倒了。母亲她……妹妹你放心，母亲无碍。今日我和父亲来到灵州，看你恢复得不错，我们深感欣慰。等我们回去告知母亲你的情况，她一定会高兴的。来，小妹，为兄敬你一杯。你我久别，为兄时刻挂念着你。兄长，我也很想你。
我陪一陪啊，陪一陪。对了，兄长，你是听哪位长舌妇说我生病了呀？妹妹，你难道没生病？我来林州之后，身子可好得很。那这事倒是奇了怪了。应当是去扬州的人信口胡言了，此事我一定会仔细查问。到扬州拜访亲家公的是谁呀？是账房的王胡子。王胡子？外祖母，是这样的，我听闻扬州有2艘商船要出售，于是特意命他去把这笔生意给抢过来，顺道去亲家公那边道个平安。可谁曾想，这王胡子竟然信口胡言起来。真是……哎呀，罢了罢了，要不是这下人前来送消息，我们还真是难得前来拜见亲家老太君呢。来来来，大家敬老太君一杯啊！祝老太君这个身体健康，喜乐满堂，永远的容光焕发。好，干！干！岳父大人是不是喝多了点？没事没事，我酒量大着呢。来，女婿，我女婿再喝一杯。我这酒量大。我不喝了，喝多了。爹爹，您是喝呛着了吧？你不是说会有好戏看吗？你不是说三少奶奶不是杜冰雁吗？现在倒好，人家父女相聚，兄妹相见，亲热得很。咱们呢，白忙活一场。当初你撺掇老太君跟三少爷冲喜，倒是给他出来个贤内助，给你出来个克星。好了，你把嘴给我闭上！去把王胡子给我找来。王胡子那个废物，什么都办不好。我让你去你就去，哪儿这么多废话？我是要问清楚李玉湖的事情。小姐，小姐，小姐，快让我看看你还好吗？小姐，小姐，我可想你了呢。好消息，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那就好，那就好。小姐，我那日在老太君堂上看到你女扮男装，可开心了。还好小喜你聪明，才没有坏了咱们的筹谋。我们小喜呀，可机灵得很。要不是小喜每日在齐府提醒我要端庄要温柔，我这个狐狸尾巴早就露馅了。小喜，你先下去忙吧，我也有些话要跟冰雁姐姐说。你可是在笑我的扮相？我哪敢笑你呀？我呀是在笑我自己。笑什么？笑我自己。刚来这院子的时候，可是出尽了洋相，把这寄唱心愿念成了寄啼心花。那可有人听见？唉，让齐天磊听见了，他这个人呐，机敏得很，立马就察觉出我不是大家闺秀杜冰雁，又设了一些圈套，把我李玉湖的大名给套了出来。那引出来之后又如何了？我就承认啦，我就说，我就是李玉湖，
你能拿我怎么样？我就是代替冰燕姐姐来你们齐家受罪的。等你一死啊，我就回扬州去。那你这么说，齐三公子难道不生气？他这个人啊，平日里就爱恶作剧逗我玩，对我千依百顺的，也是拿我没办法。那齐三公子，他的身体到底如何？他这个人虽然在外人面前表现得病殃殃的，身子也很清瘦，但其实健壮得很。这就是你办的差事，说什么杜冰燕是李玉湖，让我闹出这么大的笑话来。不是，少爷，当时三少奶奶确实说她叫李玉湖啊。这可是小的冒着生命危险给您套出的消息，要不是小的最后灵机一动，给他最后撒了一把灰，小的肯定是栽在那儿了。废物！他怎么会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于你？他透露说自己是孙玉湖、赵玉湖、叶信。不过，这杜家的千金又怎么会武功呢？谁说不是啊？少爷，你说有没有可能是杜老爷为了自家财产，偷偷的让杜小姐和杜公子学武，然后对外秘而不宣？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没有可能？绝对有这个可能。倘若真的是这样，那就唯恐是后患无穷了。少爷，您说的太对了。滚！冰燕姐姐，听若谦师傅说，你在边城替我吃了不少苦，我实在是有点内疚，觉得对不起你。你千万别这么说，玉湖妹妹，虽然你在这儿是锦衣玉食，可是齐府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况且，在边城，虽然日子苦了点儿，可我的心却安定得很。那是谁让冰燕姐姐的心如此安定呢？哎，你不说我也知道，是袁大将军。还害羞？其实你让若谦师傅把水晶液送给我，我大约就能猜到你和袁大将军是情投意合的。那个时候，天磊还说了一句傻话呢。他说了什么？说歪打正着，鱼配鱼，虾配虾，乌龟配王八。下面一句实在是太傻了，我改了改。英雄配才女，青蛙配蛤蟆。我爹我娘他们怎么样了？虽然上花轿的时候恨死他们了，但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也是不得已来到齐府，经历了这些事情。我终于发现，我那个时候太不懂事了。你不用担心，我来之前已经去见过他们，把我们上错花轿的事情也告诉了二老。二老也很担心你，交代我转告你，让你好好照顾自己。真希望这些不好的事情能够快点过去。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
怎么还不睡啊？我等你呢。等我？等我干嘛？我和冰燕姐有好多话要聊，要不是她赶我，我还不想回来呢。那我岂不就独守空房，可怜死了？哼，你可怜？有我这个假冰燕，现在又来了个真冰燕，可怜什么？可我不要那个真的杜冰燕，我就要你这个假的杜冰燕。她原本就是你的新娘子啊。可是现在，她是他的。他和他遇到麻烦了。怎么了？皇上已经下旨，要招元不屈当驸马爷，让他娶昌平公主。那这下可就麻烦了。不过冰燕姐想出了一个好法子，或许能够让皇上回心转意。元不屈正按照他的法子实施呢。那就好。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还是他的，你也还是我的。他不会是我的，你也不会是他的。什么你我他呀？就你贫嘴，睡觉去。哎，你等等。你怎么了？我就要定了你这个假的杜冰燕。这位是真杜冰燕，假李玉壶。这位是真李玉壶，假杜冰燕。这阴差阳错，将错就错，还真是奇妙啊。对，妙得很。冰燕姐，你可以把它写成戏本子呀。每天为了演示，处处作假，吓都吓死了，哪还有心思写什么戏本子呀？你们那边是真刀真枪，惊心动魄；我们这边是暗流涌动，诡计多端。不过，好在大家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哎呀，小巧姐，你怎么来啦？探子来了。小喜啊，哎，老太君让我来送些点心。小巧姐，老太君大夫人那边的事都得你张罗，这里啊有我小喜呢，就不劳你费心照顾了。是老太君非要让我来的，瞧，让我来送些点心，说兄妹妹夫在一块聊天，得好好聊聊。小巧姐，把东西交给小喜就好。是。三少奶奶，可是老太君吩咐了，说是你们年轻人在一块聊天，她来不了，就让小巧我呀在一边伺候着，好好照顾您和杜公子呢。哎，兄长，此次你来林州，我跟冰燕都没能陪你好好玩玩。哎呀，妹夫不必客气，此次来林州行程匆忙，能见到妹妹一面，已经是不枉此行了。冰燕可是在我这儿经常提起你，今日一见，果然仪表非凡啊。那是当然，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见她
他从学馆里回来的时候，我就比了比，我兄长可是一表人才。冰燕呢，不要乱说。天磊兄，我这妹妹自幼就心直口快，你呀多多包容她。冰燕呢，你昨晚不是跟我说，这天磊兄虽然出生在富贵之家，却毫无骄奢淫逸之气吗？这可是你的福气啊，你呀要好好待他才是。我可没这么夸他，他这样子还是因为他那仙风道骨的师傅。说的倒是，也多亏了我那师傅的谆谆教诲。怪不得天磊兄眉目之间有一股正气，果真是妹妹的良配夫君呢。可我这位良配夫君总是让人欺负。兄长，你可真是见微知著，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呐。我呀，也有一位师傅，他跟我说，这人世间姻缘最重要的就是情字。我看天磊兄和妹妹情意绵绵，实属是天作之合呀。兄长不愧是才女。才女们各自思量，人人爱慕的睿智男儿。兄长，希望你早日和你的心上人相聚。冰燕，兄长还未向老太君辞行，咱们也还没跟岳父大人好好的聊聊天呢，要不咱们就到这儿。请。在府上住了多日，多谢你们的关照啊！不麻烦。好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啊！爹爹保重。岳父，恕不远送。好。玉虎妹妹，一定要记得，人之内心皆从书中来。你跟天磊兄定要照心相伴，恩爱相合才是。我知道了，你也是。和你家那位有什么，记得告诉我。我会的。告辞。保重。保重。喂，老太君让你协理管账，这正好可以夺回齐家的财权，你为何不干？等抓住那豺狼再说。抓住豺狼可以啊，但这账你也得管呀。玉虎啊，你不是说你以前最瞧不上那钻进钱眼里面的那些人吗？那我齐天磊定然是跟你想的一样的。那你不管谁管啊？我呢，已经有看上的人了。谁啊？明日带你去见他。燕生，来的正好，快来帮我。我跟你说的那个人呢，你自然是见过的。是谁？你又不告诉我。到了你就知道了。走。那我不去了。走了走了，到了你就知道了啊，一会儿就到。那你快说呀。到了你就知道啦，快快快，走走走走。我不去了。听话。走了。
看见了。哦，燕生，小心些。哎，燕生，你怎么在这儿啊？三少爷，三少奶奶，你怎么到这儿捣药了呢？爹娘走后，店里没有帮手，燕生就过来帮忙了。哦，怪不得平时在府里见不到燕生，原来是跑到这儿来捣药来了呀！原来是跑到这儿来了呀！哎，燕生别走啊！害羞啦？这丫头。小姑娘，小姑娘，你不去办柯少爷交代的差事，来我这儿躲什么闲呀？这不是正办着柯少爷交代的事吗？柯少爷总是交代了，如果有什么不明白，就来找小巧姑娘。我这不是来找小巧姑娘帮忙来了吗？这里边到底是什么呀？这里边是毒针，可以弄死人的。快收起来！这，小巧姑娘，你帮帮我吧，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帮帮忙啊！哎呀，好了，我知道了。谢谢小巧姑娘。小喜，你怎么在这儿啊？小巧姐，我找你半天了，走，到我屋里去一趟。啊？什么事啊？我这绣花呢。我就是为了绣花这事来的。那个老太君让我绣一幅富贵花开，我说让人小喜绣吧，人家扬州来的，是刺绣高手。可是老太君硬说我是想偷懒，非得让我来绣。你说我这手艺，绣出来的东西哪能上得了台面呀？你这回可一定得帮帮我呀！你哪怕在旁边指点指点我也行啊。现在不行，我啊还得帮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看屋子呢。哎呀，一会儿就回来了。哎，你瞧，哎，这门都锁着呢，能有什么事儿啊？走吧，走吧。小喜，我可就指望着你了。你又聪明又能干，我不向你请教，向谁请教啊？快走吧。
您的药。敬堂，哎，公子，若我是客人，我把药单弄丢了怎么办呢？没事儿，我有账单。不瞒您说，公子，我还从来没有记错过账呢。您看，这是这个月的大宗账单，这是这个月的小宗账单。哦，对了，小喜上个月也来这儿买过药。哦，小喜，对，上个月的账单你都记得清楚，这么厉害。您看，敬堂，哎，我让你去管一家更大的药铺，怎么样？若是公子信任我，敬堂一定好好打理，细心经营。这上面的字可都是你写的？对，是我写的。那你再写几个字我看看。好。叶生小姐，公子，这字写的的确好看。嗯，的确比你写的好看。实话实说，哎，燕生，你怎么来了？哦，你是问你哥哥和嫂嫂的去向，他们刚刚走了。哎，燕生，燕生，燕生！这寂静堂办事沉稳，心细如发，我看真心不错。哎呀，三公子回来了！哎呀，二位请请请。等会儿就送你们去见阎王。累死我了，我睡觉去了。哎，等等，这哪有大白天就睡觉之理啊？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我想让寂静堂来咱们祈福理财，咱们祈福事务较多，也需要一把好手来打理，你觉得呢？嗯，他是能担事儿的人，那我先睡觉了。
为什么不能躺？床上有东西。叶生，你会说话了。你别哭啊，燕生，有什么话你慢慢说。燕生别哭，哥哥和嫂子都在这儿，有什么话慢慢说。我刚才看见王胡子从门外拿东西往床上放。把手帕给我。我精明了一辈子，没想到老了，我引狼入室啊！他先是坑害姬敬堂一家，然后又毒哑了师太，现在竟然算计到我和天磊头上。奶奶，如果我们齐府也让虎狼称霸，蛇蝎作祟，那我们家的家命就是真的走到尽头了。我真是老糊涂了。奶奶，可这眼下还来得及啊。什么来得及？我想将计就计，让柯世昭再做一次恶。再做一次恶？我们一定要让他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先说这毒药，他从来只送汤药，不留药渣，一定会一口否认。再说毒针，我们没有亲眼抓到他布置，王胡子也会一口否认，还会说燕生是看花了眼。所以我们一定得抓到柯世昭人赃并获，才能戳穿他。廖，燕生，你找我有事？哟，刘师傅，您回来了，好久不见。刘师傅，在下还有急事，就先行告退了。叶生，奶奶，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装哑巴。快和老太君说出你的难言之隐。那是3年前的事了。那年夏天夜里下了雨，我从院子里经过。
孩子，快站起来说话。叶生妹妹，既然如此，为何不把此事告诉老太君，反倒自己装哑呢？第二天，我本来要向老太君禀告此事，谁料方小巧见我神色慌张，便让我留在暖阁。没一会儿，柯世昭就来了。他几番试探我都咬紧牙关，不肯说漏了嘴。柯世昭心生怀疑，威胁暗示，说自己在齐家已经是一手遮天，大哥哥和二哥哥也已经命丧黄泉，三哥哥也危在旦夕。我和我娘若是想在齐府活下去，就得听他的。实在是太过分了，竟然用这种事情威胁你。后来，柯世昭虽然不知道我当晚所见，却也明里暗里威胁我，说我娘身体不好，要我好好看护她，别管齐府里的事情。我怕我若说出实情，他又会对我娘下毒手，所以我记得二哥死后没几日，你高烧不退，醒来变成了哑巴。所以燕生，也是为了打消柯世昭对你的顾虑，保护自己和你的母亲，才故意装病的。我真是老糊涂了呀！我竟然听信了一个狡诈之人，让他害死了我的2个孙子，还让我的孙女遭受到如此的劫难。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天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齐家的列祖列宗啊！奶奶，您不必感到自责。你如今既已经看清楚那人的丑恶嘴脸，那就一切都还来得及。奶奶，我们还在您身边呢。好，有你们在我身边，我能撑得下去。依我之见，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逼他狗急跳墙。天雷，弟妹，你们俩终于死了。来人，来人！少爷，去把王胡子叫来。是。少爷，您叫我。
怎么已经过了这么久，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毒针我确实放进去了，会不会有可能他们还没回房间呢？是不是你办事不力，出了什么纰漏？少爷，你放心，我王胡子办事绝无任何纰漏。说，你在放毒针的时候，有没有被旁人看到？绝无第三个人看到。这个事儿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无第三个人看到。绝无，过来。你还不去三少爷房间盯着，去看看到底有没有张氏？是。那边捞一下，捞仔细一点。好，哎，你去那边捞，那边捞。哎，对，那边有没有啊？右边，对，就那儿。你看，我就说这王胡子会来吧。你说咱俩现在要出去，我得把他吓死。他肯定以为我们俩是诈尸呢。那边看一看有没有啊？哎，你去那边捞一下。哎，你去那边捞一下，仔细一点啊！那边捞仔细一点，你俩有没有啊？哎，在这儿，我找到了！快！走。捞到了，三少爷，捞到了。救命啊！救命！王胡子，你在水中作甚呢？摸鱼。说，这读书人，要么不干坏事，要么干起坏事来，比谁都快。没错。你干嘛傻笑？你每日让我读书识字，就不怕我以后跟你斗心眼啊？不怕。我跟你说啊，这书它也分两种，第一种是说得讲仁义，与人为善的，这第二种便是引人为恶。不过你放心，这第二种书已经被我扫地出门了，你想看也看不了了。按你的意思，那柯世昭虽仪表堂堂，却满肚子坏水，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没错。你干嘛又傻笑？我说了，你可不能生气啊！是你自己说的，你说你们齐家的男人长得都不太成形，特别是你两位哥哥，只知道吃喝玩乐，就你还马马虎虎。我在想啊，那些歪瓜裂枣，难道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那你如此聪明，是因为看了引人向善的书？我在观景阁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这个人怎么是记性好，忘性大呀？好吧，那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人生在世，犹如浮游一瞬，转眼间便乌发换白头。若是心存善念，坚持本心，那便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毅力。若是生在贫苦之家，周遭没有那些引人为恶的诱惑，那便还好些。可他们有些人生在富裕之家，周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诱惑，自身定力又不足，便会给自己找个借口，谎称及时行乐，便吃喝嫖赌样样都沾，实则就是下作。哎呀，为戒习武之人，你说那些话我都听不懂。我这可说的都是大白话，你这都听不懂？不懂。行，我的意思是，
富家子弟切勿奢华，你可懂了？不懂。我的意思就是，人要心存正念，切勿饱暖思淫欲，你可懂了？不懂，不懂，不懂。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我是真不懂。行，你不懂没事儿，你不懂，我就来给你开开窍。哎呀，还想跟我动手？谈正事呢，我们应该进行哪一步了？都由你说了算。按照我的意思呢，我们该防他一掌。对，老太君运筹帷幄，请君入瓮。女侠鲤鱼湖，黄雀在后，一老一少，让他插翅难飞啊！你们都清楚，国无二君，家无二主。我说的话，如果你们不听，不想听，或者是阳奉阴违的应付我，那我齐府是不会容忍他的。我早就说过，在我齐府做事情，不许有私心私利，不许勾心斗角。虽然我人老了，但是我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有人在齐家做善事，也有人在做恶事。做了善事的人，拼命的想让人知道，我看就是一个伪善。做了恶事的人，又拼命的隐藏，不想让人知道。我看，真是大奸大恶。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外祖母，奶奶，我喘不过气。奶奶，来，赶紧坐下。慢点啊！小喜，快去把刘先生请来。怎么办呢？家业，谢家的家业可怎么办呢？刘师傅，老太君在这边。师傅，刘先生，
这边说吧。老太君大概是中风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大家不必担心，此病尚有救。这样，我开个药方，让小喜去抓几副药回来，让老太君服下，便可缓解。多谢师傅。燕生小姐，老太君刚才已经把药服下了。好，这锅应该也快好了。没事儿，不着急，你呀就慢慢熬。刘师傅说了，明天还可以再加一副药，这样老太君就可以好得更快了。太好了，二夫人，我来吧。这有我们呢。还是我来吧。忙你的去吧。这有我们呢，你去吧。是。怎么样？大夫人、二夫人轮流守在床边，根本不让我插手。金簪呢？还压在老太婆枕头底下。小巧啊，这如今老太君中风，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借着这次机会把金簪拿到手啊！我没法靠近床边，大夫人、二夫人在，我怎么伸手去拿金簪？这金簪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可以想办法呀。我想不出办法，你有办法，你说好了。我的乖小巧，你别生气嘛。你可以从二夫人那儿想办法，她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你等她在床边伺候之时，想办法把她给支走。你就说柯少爷找她，她一定害怕。到时候你就见缝插针，把金簪从房间里偷出来。可那老太婆虽然说不出话，脑子却清醒得很。她若是识破，那我不就……一个将死之人，你怕他做什么？趁人不备，把此药放到老太君的药罐里。等老太君喝了药，两眼一闭，你就可以放心的把金簪从老太君的枕头下面偷出来了。钱归你一半，以后你就再也不需要做丫鬟了，你可以做少奶奶，做老太君。巧巧姑娘，哎，少爷，这小巧姑娘她是不是生气了？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啊？你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放蛇下毒撒毒针，桩桩件件，哪件不是要杀头的？是，少爷。小的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这2日，带人去收拾刘若谦，就赶紧回来，记住没有？记住了，小的马上就去办。
小巧姐，小喜啊，我还以为是谁呢，吓我一跳。哎，小巧姐，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是有心事的样子啊？我在想老太君的事儿呢。哦，你说他平时身子骨挺好的，精气神也足，怎么说中风就中风了呢？刘师傅不是说了吗？老太君的病啊，没事儿，过2天就好了。这不，我们正要去熬药呢。哎，以前老太君病了，药都是我熬的，要不还是我来吧？不用啦，还是我自己来吧。啊。哎呀，燕生啊，熬药我是老手，还是让我来吧。小巧姐，燕生小姐连我都不用，你看我都没上手呢。你呀，就先去忙吧，啊，去忙。可是，三少爷，三少奶奶，他有没有碰药？没有，我们没有让他碰。看来师傅说的没错，果然是想在药上打主意。天磊，你跟刘师傅说，就说他手外，我手内。我担心有人会害老太君，我先走了。小姐小心，嫂嫂小心。你把剑带好，自己也小心谨慎。老太君，快！他们已经来了，快！准备好了，来，慢点啊！来，二夫人，老太君睡着了。好，我知道了，你先回吧。好，这有我呢，去吧，乖。二夫人，我突然想起来，刚才柯少爷说让您过去找他一趟。柯少爷找我干什么？我还要照看老太君，你帮我回了他吧。二夫人，三少爷让您赶紧去一趟呢。三少爷？哦，对，三少爷，我刚才把三少爷说成柯少爷了。这样，我把药晾凉了，等您回来再喂。二夫人，咱们赶紧走吧。真是，好好照看着啊。哎呦，三少爷可真用心，给老太君带了些小酥点心。二夫人，药已经不烫了，您趁热给老太君喂了吧。好，我来吧。
哎呦，你瞧瞧我这脑子，那厨房里的炭火我忘给灭了。小巧啊，你去帮我给它灭了。这炭火可要小心着点儿，万一要烧着了别的东西，那可就不好了呀。快去啊！好。柯少爷，小小，成了，我亲眼看到他把那药喝下去了。你下毒了？下了，这下子金银财宝就都是我们的了。王胡子，你们先下手。是，快。二夫人，你回去歇着吧，由我来伺候老太君。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外祖母。外祖母啊，你说说你，媳妇变成如今这个样子，还不是因为你自己识人不清？当初可是你把我带到齐府的。一只黑手，外祖母，你竟敢加害于我！没有，外祖母，我没有啊。世昭啊，当初我是真心的怜惜你，才把你带到齐府的。你刚才说什么？说我做错了？你这个六亲不认的孽种！祖母我什么地方亏待过你吗？你竟然要害我！外祖母，你喝了我的毒药了，你活不了多久，你很快就会永远闭嘴了。你拿来的毒药，我没喝。方小巧下毒的那一碗药，早就给倒掉了。什么？老东西，你耍我！你想跟我斗，太嫩了点儿。嫩了点儿，嫩了点儿。你老了，我可比你狠，老东西。你还要动手啊？啊！
孩子，你怎么变得这么狠，那么毒了？我是狠，我是无毒不丈夫。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不孝的子孙，竟敢跟我动手！别急呀，外祖母，我已经派人去收拾你的好孙子和孙媳了。很快，你们一家子就会在地府团聚。孽种！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奶奶，你没事吧？暂时没事。你怎么出来了？赶紧藏回去！我不躲了，我把那个畜生给宰了。你等一下，现在还不是时候，他手下的人正在外面找你呢。你现在出来太危险了。等这个恶官把他的奸计全部都实施出来，官府的人来了，正好抓他一个正着。可万一他……你听我的，赶紧藏进去。放心，我这不是有你保护呢吗？听奶奶的话，快藏进去，藏进去。啊！把他们2人给我找出来！去。是。走。停。分开追。王胡子，我早就料到你会来。这儿没王胡子。上！你想干什么？我已经派人去收拾你的孙子和孙媳了。畜生，你有没有一点人性啊？什么叫人性？齐府家业这么大，我凭什么只能当个管家？我要做的是齐府的当家人。齐府老大碌碌无能，老二呢，没有一丁点志向，只知享乐。老三就是个病秧子。这是老天爷让我取而代之，这叫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你这是贪婪生恶性！你少给我啰嗦！你一辈子积攒这么多财富，反正是要留给子孙后代的，不如就留给你的好外孙。退下！退下！奶奶！
放开我！世昭，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你罪有应得，自作自受啊！我不过是棋差一招罢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没错，我没错。啰嗦什么？快走！走，快走！老太君，小乔，老太君，老太君，我错了，老太君放过我吧。真是死不悔改，死不悔改呀！奶奶，天磊，天磊，你还好吧？奶奶，你没事吧？没事，没事，你们都在呢。来，奶奶坐。老太君，您受惊了。这是这么多年苦了我的2个孩子。真没想到啊，这大户人家的内斗比那战场还激烈呢。刘师傅、刘夫人，非常感谢你们这次帮了大忙，感谢感谢。哪里哪里，八角还是陈的香，姜还是老的辣。冰燕啊，谢谢你，当时要不是他眼疾手快，我这个老骨头早就一命呜呼了。谢谢你啊，冰燕。奶奶，其实我不是杜冰燕，我是李玉湖。湖？我叫李玉湖。啊？是的。你不是杜冰燕。老太君，确实如此。对不起，奶奶，是我骗了你。都是因为仙女庙的那场大雨，让我上错了花轿。但嫁对了郎。原来这件事情，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就蒙着我一个人。真是的！老太君，杜冰燕北上荆州，也促成了他和袁大将军的一段美好姻缘呢。对呀对呀，反正现在也是皆大欢喜嘛。你有喜了？奶奶，您不要生我的气了。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我高兴都还来不及呢。你为我们齐家除去了恶人，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啊！是啊。妹妹，没事吧？我没事。我袁某今日能够逃过一劫，还要多亏诸位在外奔波，请受袁某一拜。将军大哥，姐姐，从上错花轿以来，我们一路跌跌撞撞，就算我是个胆大的，也都怕了。哎，虽然我们上错了花轿，但是我们也各自找到了如意的郎君，而且皇后娘娘还特意下旨，让我和将军重新准备婚礼呢。要我说呀，你们这歪打正着的2对小鸳鸯啊，就该好好迎迎喜气，好好的重办一场婚典。我也正有此意，我们夫妇2人就顺着袁将军和杜小姐的机缘，再办一场婚礼，再闹他一场，如何？我与其兄不谋而合。啊，我们也去，我们也去。正好人多热闹。这样的话，母后定能准了我们的婚事。这个我来筹备，然后热闹个3天3夜。好。姐姐，我们去仙女庙拜拜吧。感谢仙女娘娘给了你一个威武的大将军，给了我一个俊俏公子。好，就按你说的办。走。师父师娘，干爹干娘，干娘，恭喜你们啊，都能如愿以偿。承蒙皇后娘娘亲自赐婚，日后你们定能夫妻恩爱，琴瑟和鸣。这当然也多亏了师父和师娘的帮助，否则此事也不会解决得如此顺利。是啊，干爹干娘有我们是大恩。哎，这是老天爷的安排。10日后啊，你们便要重新举办婚礼了。你们将要嫁给自己心爱之人，虽然这过程曲折了些，但总归是皆大欢喜嘛。干娘，你说的是。当时出嫁之时，我和妹妹曾在仙女娘娘面前祈愿，希望能嫁得个如意郎君。没想到仙女娘娘真的显灵了，让我们上错了花轿，嫁对了郎君。那这么说来，这仙女庙还真灵验啊！一会儿啊，我得好好的瞧一瞧，给我那傻儿子敬堂好好拜一拜。哎，敬堂。爹娘，哎，启赞公子。所以啊，在这大婚之前，我们定要来仙女娘娘面前祈福还愿。对的对的。但是还有一件最重要的，这次可别再上错花轿了。参见公主，参见驸马，参见驸马。不必不必。哇，这边是仙女庙啦，我也要去祈福，希望今后能够跟驸马恩恩爱爱。公主，别说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怎的？大家伙来此处，不都是为了祈福还愿？这有什么不能说出口的？能上能上。
来，快，来，走，我一躲。我们快点，快走，进。走，慢点啊！我给你挡着。你淋着没？你没淋着吧？好大的雨啊！我给你弄弄。这雨下的可真大，这房子都漏雨了。怎么说下就下呀？这个雨。哎，我可算知道了，这仙女庙的雨啊，是说下就下。不过也对，如果当时没有那场雨的话，哪来的上错花轿嫁对郎啊？又何得你们二人的好姻缘？也是啊。你等我一下，姐姐，我们进去看看吧。嗯，我一会儿就回来。好，去吧。这里呀，还和以前一样。是啊，可是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我们都有些不一样了。嗯，是不一样了。来，我们今日一同来向仙女娘娘还愿祈福。仙女杜冰燕今日特带妹妹李玉湖前来还愿。之前我们姐妹二人在仙女娘娘面前祈愿，希望我们各自能够觅得如意郎君。幸亏仙女娘娘显灵，让我们姐妹二人虽上错了花轿，却嫁对了人。仙女感念仙女娘娘的显灵。多谢仙女娘娘，让我在这里结识了冰燕姐姐。也感谢您赐给了我齐天磊这个郎君。请仙女娘娘日后保佑我和天磊、冰燕姐姐和袁大将军能够开开心心、幸福美满。玉壶在这里给您磕头了。今后我们就是姐妹啦。你们不会将错就错，把我送到荆州去吧？这齐府的龙潭虎穴，我就替冰燕姐去了。姐姐可是比以前漂亮不少呢。胡说，你呀才是越来越好看了。姐姐，你现在可是将军夫人。你呀，现在可是堂堂齐府的三少奶奶。我问你，你现在可还觉得自己是跳进火坑了？我现在每日啊都过得十分自在。妹妹，你可是有喜了？才没有呢，我只是来之前吃多了。哦，是吗？希望是个能文能武的小家伙。姐姐莫非也吃多了？希望他们俩能跟我们俩一样，关系这么的好。她们二位女子有着如此奇特的经历，连带着你我二人也有了此番造化。能遇上她们，是你我此生之幸。是啊，也真是这仙女庙显灵，让你我二人都找到了彼此真心相爱的人。那这也算是缘分天定。原来那次在灵山，是袁不屈故意装神弄鬼吓唬本公主的，是杜冰燕他们夫妻二人的计策。不过，
幸亏他们出此计策，不然我就碰不上我那个傻驸马了。唉，我这个傻外甥还是真有福气。他也就是个实心眼的，就你向着他说话。公主，我今天呀就跟你老实交代吧。其实我也参与了此事。你真没看出来？小姓单，贫道姓苏，不是 A 师傅。我就是那个给你算命的道姑啊！原来你也有份儿啊！哎，那平威呢？平威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呀就是被他那个舅舅给诓去避瑕疵的。我就说嘛，我那个傻驸马呀是个实心眼的。不过实心眼也有实心眼的好处。不瞒你说，我父皇母后给我挑了那么多人，可就那个傻瓜肯为了我豁出命来。他那是傻人有傻福。雨停了，我们走吧。下假期，放眼晴空万里，扬州桃李，飘小十里，满城共聚欢喜。相遇曲折离奇，就算跨越千里，共度风雨，只有你能懂我心意。因这样次相遇，定下姻缘不移。人海中遇见对到你，无人能比拟。欢喜缘这相依。怎么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新郎官们，快来迎接你们的新娘子吧！袁大将军、齐三公子，想要迎娶我们2位小姐，可是要经过考验的，请务必擦亮双眼，仔细瞧瞧。上一次是上错了花轿，机缘巧合选对了夫君。这次你们一定要选好新娘，否则日后夫人会怪罪下来的。这一样的红盖头，一样的红嫁衣，又都是龙凤呈祥，没有鸳鸯戏水。没错，2位姑爷，可务必要仔细辨认喽。这个有点意思啊。你说，这2个人一模一样，他们该怎么分辨呢？这你就不懂了，这就是要考验齐三公子和袁大将军的眼力心力。我们如花似玉的2位新娘子，
岂能那么容易嫁出去啊？袁大将军，如何？猜不到。三哥，你快猜啊！玉红妹妹说句话呀！啊，齐三公子，不许问话，不然这就算犯规了。啊，对，犯规。驸马说的对。哎，等等，将军，我有一个办法。既然两个新娘看起来外形一样，那咱们就想个办法，让他们动一动。这位身手不凡，想必便是我家巾帼不让须眉的娘子啊。这位新娘端庄优雅，是我夫人没错。娘子，你这想的鬼点子可让我好找啊！用武功试我，是犯规。吉时已到，一拜天地。我想你好好活着，然后跟冰燕姐姐换回来，把你还给她。我不要什么大家闺秀的小女子，我只要李玉湖。二拜高堂。本将军的夫人犯了军规，本将军难辞其咎，原不屈，军棍100。将军如此待我，冰燕必定生死相随。末将几个月前刚刚娶了新夫人，怎么能再娶公主？今生今世，绝不辜负彼此。夫妻对拜。红妆披下佳期，放眼晴空万里。扬州桃李，飘小十里，满城共聚欢喜。相遇曲折离奇，就算跨越千里。你是真的喜欢我？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我齐天雷满心满眼都是你？
我宁可辞官回家，也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我只要你和我能够岁岁平安。立成！恭喜呀！好啊！恭喜恭喜！这就是上错了花轿，嫁对了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